欢迎收听应对负面情绪5步解开情绪绑架，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作者水木然，白纸娘鱼，机械工业出版社诚意出品。前言：在正式阅读本书之前，请先问一下自己，你是情绪的主人还是情绪的奴隶？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复杂且浮躁的，你会随时随地受到外界的一些干扰，甚至是诱惑。也许前一秒你的情绪是这样的，而后一秒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你的情绪又会变成那样的。但情绪就完全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吗？你可以试着回忆一下，当你每周都在工作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是讨厌工作的。你觉得只要给你足够的假期，你可以一直快乐地在家休息下去。那么，你不妨尝试一下，在家待1天、1周、1个月不出门，什么都不做，只是休息。你觉得你的快乐能持续几天？其实，即便我们在同一个环境里，所有外部条件保持不变，没有突发情况，没有干扰，没有诱惑，但这一秒的心情可能和上一秒的心情完全不同。因为时间是流动的，而你的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改变。但如果你的思维总是随着你的情绪走，那么你就会失去对自己想法的控制权，直到最后自己完全被情绪绑架。而一旦你的想法被情绪完全绑架，你会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能你会试图拼命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做斗争，到处寻找发泄的途径，也有可能什么都不做，用消极的心态面对一切，直到内心完全麻木。要知道，所有的情绪都是来自于你的内心，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想要解开情绪的绑架，还得靠你自己。因为没有人能倾听到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而本书的目的就是带你去解开被负面情绪的绑架，让你成为自己和情绪的真正主人。没有情绪的绑架，你可以更容易地达成自己的目标，去完成自己的理想，去贴近你内心真实的自己。回想一下，有多少次当你下定决心去提升自我的时候，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有多少次当你想跟一个人好好说话的时候，却被突如其来的愤怒给影响了？又有多少次当你想要重新开启新生活时，还没开始就却步了？你受自己情绪的影响越深，就会离自己的内心越远，负面情绪就越多。这好像是一片泥潭，越用力挣扎就陷得越深。其实不然，要知道，所有的情绪都是来自于你的思维。只要你的想法改变了，泥潭就能瞬间变成一张弹簧床，你陷下去多深，就能反弹的有多高。在本书中，你会看到所有的负面情绪其实都能转换成前进的力量。你无需刻意戒掉你的情绪，因为没有负面情绪的存在，你也就感受不到幸福和喜悦。此外，负面情绪还能成为你人生道路中的指明灯，在人生的每一个分岔路口上，只要你能正确的使用它，它会像指南针一样帮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最后，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要着急，一定要慢慢来，不要为了阅读而阅读。的确，阅读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思维方式，但不经思考的阅读则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花时间去思考的文字，就仅仅是文字，是一种符号，一种信息。你必须去思考，才能将信息转化成知识。本书除了提供关于应对负面情绪的一些思考方式以外，也提供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实践办法。但如果你不去尝试这些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就只能成为你的了解，而无法变成你的经验。然而，智慧的产生又是源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第一章，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当我们处于情绪的低谷时，心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消极的负面情绪。
此刻的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扫把去清扫，都只会让苦恼越扫越多。此刻不妨停一停，什么也别做，就待在那儿，看看自己的负面情绪长什么样，它从哪里来，又为什么产生，它到底想要干什么。一旦你看清它，它就会立即消失。负面情绪就好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孩在跟你玩躲猫猫，只要你抓到它，它就会立刻逃走，然后跑向下一个地方，直到再一次被你抓到。由内向外的寻找负面情绪的根源。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非常复杂，因此我们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会产生情绪，环境本身是客观的，是不会产生任何情绪的，是我们在面对环境时的心态，以及我们看待事情的想法，导致我们产生了不同的情绪。我们可以由内向外地寻找负面情绪的根源。从一个人的负面情绪上，你可以发现失望、悲伤、忧虑、愤怒与他的想法和他过去的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通过向内寻找答案，逐渐理解自己的思维模式，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负面情绪，从而进一步地了解自己，提升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智慧。我们的感受来源于我们的思维，而这些感受又产生了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不知道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便会总是情不自禁地深陷在消极的感受之中，然后又在反复思考中加深这样的负面情绪。接下来，让我们去认识一下以下几种在职场中常见的负面情绪。失望。失望是源于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没有实现，或事情并没有按照自己所期盼的方向发展。人的失望都是来源于期望，而期望并不是一件坏事，恰恰是因为期望促使人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或拟定这样那样的目标。但可怕的是，你把过多想法放在了期待未知的结果上，而并非是去做这件事本身。世上没有一件事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有，那就是变化。唯有变化才是永恒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变化一起变化。你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的发展，你能做的仅仅是改变自己的想法，从而改变自己的行动。天冷了，我们就多穿衣服；天热了，我们就少穿一点。在生活中，你应该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顺其自然。要知道，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会被个人意志所左右。你能做的就是处理好这中间的过程，坦然地接受结果，不对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分期待。悲伤。悲伤是源于情感的分离，是经历正在失去的情绪反应。人都是感情动物，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处处留下自己的情感，会经历与自己谈得来的朋友，相处许久的同事的分离，甚至是陪伴自己多年的物品也有可能失去。分离和失去的状况处处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当你从校园走入职场，从原先单纯的环境里一下子跳入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强烈的环境对比会让人内心不由自主地感到悲伤。而这世上无不散的宴席，每一次的相遇都会有分离，而每一次的分离则预示着下一次的相聚。我们要学会在失去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从而更加珍惜目前所拥有。忧虑。忧虑是对于一个即将可能要发生的事件，而自己却无法改变事态的发展而产生的过分担心。现代社会人们最担心的无非是自己的事业，因为这关乎自己现在和未来的生存。我们害怕失业，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法再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害怕创业，担心付出的一切最后都付诸东流。人往往会在忧虑的情绪中否定自己，然后不知不觉地在忧虑的思绪中耗费时光，从而忘记了自己所擅长的事情和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忧虑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俗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有忧虑，证明你有时代的危机感，这是一件好事。你不满意现在的生存状态，你希望更进一步地提升自己的价值。可当你在忧虑的情绪中来回徘徊时，你的思想就会过分注重忧虑的感受，以至于
没有思考到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压力。愤怒，愤怒总是与我们不喜欢当前发生的状况联系在一起，通常指愿望不能实现或行为受到挫折，从而引起的紧张且不愉快的情绪。愤怒是一把双刃剑，在恰当的情况下表露适当的愤怒，可以引导结果走向你的预期。而当你运用不当，愤怒这把剑则会让你自己受到伤害。比如，当你入职后发现自己的薪资和你入职前与人事经理谈的不一致时，于是你冲进财务办公室，在众目睽睽之下发泄自己的怒气，那么结果往往会与你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当你产生愤怒的情绪后，首先可以尝试寻找一下自己愤怒的目的，并找到问题的原因，从而决定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去做，切勿盲目的发泄情绪。痛苦，痛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情绪，而是在糅杂了一系列情绪之后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当你深陷负面情绪时，你对环境的不满会引发怨天尤人的情绪，导致周边的人对你充满抱怨和不满。而如果你选择向内寻找负面情绪的根源，你便能开启大脑自我纠正的能力，从而控制负面情绪。通常，我们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你会在失望中感受到无奈，会在悲伤中感受到内疚，会在忧虑中感受到害怕，会在愤怒中感受到后悔。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些情绪中获取智慧。在本章节中，我们将带领你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并且冷静地看待它。情绪的低谷是为了下一次的高潮，能伴随我们一辈子的，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还有我们的情绪。没有一成不变的情绪，只有不断变化的情绪。情绪就似人的心脏，不断地跳动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实，我们的情绪也是存在周期的，这被称为情绪周期，用来描述情绪的交替过程。情绪周期反映了机体内部的周期性张弛规律，亦称情绪生物节律。当人处于情绪周期的高潮时，就会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活力，即对人态度友善，做事认真，容易接纳新的人与事物。而反之，当人处于情绪周期的低谷时，则容易急躁和发脾气，在此期间还容易产生孤独感，且与人交往时易产生反抗情绪，显得喜怒无常。当你处于情绪周期时，你无需借用外力逃避，甚至是抵制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因为在痛苦的情绪下，你所产生的念头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人的感受其实总是优先于念头而产生。在人的情绪起伏中，你会因为自己不同的感受而产生不同的情绪。你的期待会让你充满激情，你的不服气会让你充满斗志，你的疲惫感会让你感受挫折。而当你终于达成目标后，你又会再次恢复平静。情绪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运动着。当然，你的念头也会随着情绪的周期性运动而产生不同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都是短暂的，不真实的。当你进入下一个情绪阶段时，你的想法就会随之改变。所以，当你处于职场的情绪周期中时，你无需过分在意自己的想法，不要让自己的行动被自己短暂的想法所绑架，而应充分体会和感受当下，学会在痛苦中打磨自己，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为什么越长大，负面情绪就越多？感受痛苦是每一位职场人士的必经之路。也许你会感叹，还是小时候过得更快乐一些，甚至你会希望回到童年时光。但是真实的情况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积极情绪和负面情绪是可以彼此独立存在的。在一段时间内，人可以感受到很多快乐，但同时也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痛苦。换言之，童年除了快乐，还有不快乐的时光。回想一下，在童年时，你会因为考试没考好而感到焦虑和惶恐，希望快快长大，
远离作业和考试，你也会因为口袋里的零花钱不够，买不了你心爱的物品而感到遗憾。希望长大以后能拥有更多的金钱。事实上，人对于过去的感受是会出现偏差的。当人面临困境时，不会想起小时候的痛苦记忆，而会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而当你现在感受到愉悦时，则又会追忆起曾经的艰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机制，其实是为了证明当下的感受是真实的，是正确的。当你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追忆过去的快乐是为进一步证明你现在的悲伤、痛苦等感受是真实的。而当你感到快乐、幸福的时候，你追忆过去的不幸，则会加大你现在感受幸福的程度。人的念头总是会随着情绪而变化，因此不要太相信这些感觉，感觉是会骗人的。例如，当你找到心仪的工作时，你也许会高兴一整天，但是你不会高兴很长时间。但如果你失业了，那么你很有可能会难过很久。人对坏事的体验感要远远高出对好事的体验感，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人类对于危险和刺激的事情总是会铭记于心，这是人类进化发展历程中留下的优秀品质。在远古时期，人类在危险的环境下产生的心理刺激机制，会使人在遇到相似的情况时提高警觉性。此外，我们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时，都会不自觉地带上滤镜，并且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换滤镜。当人们越是对现实不满，就越是想要逃避，通过对过去事件的重构，让自己感受到欣慰和喜悦。但这样的感受实际上是短暂且不真实的。你必须去正视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果你一味地逃离现实环境，重构过去的记忆，只会让自己陷进当下的负面情绪中。越是美化过去的记忆，当下的痛苦感就会越深刻。物质幻想加深了我们对痛苦的感受。享受外在的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会让人感受到愉快，但是我们却不会因为物质带来的愉悦而感受到幸福。相反，我们却在物欲横流的生活里感受到了压力、焦虑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人对物品的幻想实则来源于逃避且不愿意面对的真实自我的内心。当你越是想通过外部的力量去解决内在的情绪时，你越是会不由自主地对外部事物充满幻想，因为这样的幻想会让人感受到愉快。可惜这样的快感是非常短暂的。当你开始对物质充满幻想后，你会习惯性地依赖于此，从而变得更加痛苦。如果你认为物质能够赋予你意义，甚至给你创造出价值时，你就会被不正确的消费观念所绑架。当你对物质的情感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喜爱之情，并且认同物质被赋予的外在定义，从而又不自觉地对此充满情节式的幻想时，你便会将更多的金钱、时间以及精力投入此中，而忽略了当下真实的自己。你离现实的自己越远，痛苦的程度就会越深刻。你必须摒弃对外在物质的幻想，才能活得更加真实。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些虚无缥缈的幻想而负债累累，这样的你只会生活在压力和焦虑中。正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把时间真正的留给自己，活在当下，不断的去提高自我的内在价值。也唯有这样，你才能从根源上摆脱对物质的幻想，摆脱物质对你的绑架。第二章，与负面情绪和解吧。负面情绪一定让你感到不舒服，但并不意味着负面情绪就一定不好。相反，负面情绪总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它就像一个警示灯，或者是你人生重新开始的按钮。因此，我们要正视它的存在性，肯定它的重要性，让负面情绪给自己助力，让它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在本章中，你可以完全按照接下来的5个步骤进行操作实践，逐步与自己的负面情绪进行和解。这可以作为你应对情绪的紧急手段，也可以作为一项长期的训练手段。
步骤一，不要与负面情绪做斗争。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35岁已经成为一个行业的瓶颈期代号。很多企业都会选择性的裁掉一批35岁左右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难道35岁很老吗？还是35岁的人能力不行？其实都不然。35岁在职场中恰恰是一个转型期。在公司，如果你35岁还没有坐上小领导的位置，那么必然你的同龄人甚至比你小的一些人会坐上这个位置。那么一方面出于管理角度考虑，新上任的领导会选择培养一批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面对同等的工作质量，公司更愿意选择年轻人。如果你恰好在这个时期被公司裁掉，且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你必然在心理上会有许多负面情绪，比如担忧、焦虑等。但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感受。如果你讨厌这样的感受，逼自己忽略这样的情绪，那么你可能会做出一些消极的事情。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整日在网吧待着，或者成天在家睡觉休息，从而逃避和忽略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时间一久，你的精神状态就会麻木，对外界的信息变得不再敏感。麻木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主观意识不愿意触碰外界事物，从而关闭自己的感官神经。当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开始麻木时，痛苦的感受力会减弱，但同时也感受不到快乐。麻木的人生通常是浑浑噩噩的，像行尸走肉一般。实际上，感受负面情绪是一种开悟的过程。不要去抵抗负面情绪，去充分体验负面情绪带来的痛苦感受，从而进行深度思考。那么35岁的瓶颈期就会变成你人生的转型期。你要知道，外界的一切都是不值得依靠的，唯有自己的能力才可以让自己依靠。所以当你被迫离开熟悉的岗位时，你正好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自己并不擅长这份工作，又或者这份工作并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跟着你的直觉走，重新出发，换一份你喜欢的工作，尝试一些新的环境，不要逼自己做不擅长又不喜欢的事情，这样你一定做不好。就像一个喜欢说话、喜欢交际的人，整天在公司处理报表，那么他一定会觉得既枯燥又无聊，自然也就不愿意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对于工作也就没有了激情。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听从自己的感觉，换一份销售性质的工作。可能你会觉得目前的工作是自己的专业，如果换一份符合自己性格的工作，不一定能够胜任。其实这样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要么熬年限，要么就是榨干了自己的激情。只有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情，你才会愿意钻研下去。人的能力也是有感情的，他也有自己的喜好。把自己的能力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么你的能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当你的能力放错了位置时，它就会让你产生负面情绪。如果你不去正视它、面对它，而是刻意选择抵抗它、消除它、忽略它，那么你一定会感受到更加痛苦。你一定要清楚负面情绪是什么，它就是你思维的暗示。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行动，负面情绪就会转变为正向的情绪力量。其实在积极心理学兴起之前，心理学是病理式的，以治理为导向的。这种治疗式的思维在大众的内心已经根深蒂固。大家有了消极情绪，就会寻找对抗方案，怎么办？怎么治疗？但是这种治疗式的思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并没有使得抑郁症患者数量减少，反而是大大增加了。在第一章里我们提到过，积极情绪和负面情绪是可以彼此独立存在的，它们是同一个思想上的两个不同维度。对抗负面情绪并不能带来正向的情绪和感受，相反，
你可能会变得更加痛苦，或者呈现出更麻木的状态。但是，麻木的状态如果持续时间太长，那么自己内心必然也会感受到厌弃，甚至也会受到周遭人的厌弃。所以，本章中我要带领大家学会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解，而不是对抗。当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负面情绪时，你只要待在那儿不动，去感受负面情绪给你带来的直觉，然后顺着自己的直觉走，把负面情绪积攒的能量转换成走向正面思维的动力与激情，那么不仅负面情绪会消失，而且你会借此走向一个更高的维度。这里我要介绍2种由负面情绪转向而来的积极体验。感官享受，指机体消除内部紧张感之后的一种主观体验，是人感觉身体放松的一种状态，这属于感觉类的体验。举个例子，很多人在心情不好的事情会选择运动，运动会刺激人的感觉。当你完成跑步运动后，身体就会感受到被舒展开来，大汗淋漓后也会感觉精神很放松，从而享受到感官的愉悦。但是这种感受是浅层的，它并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心理享受，指个体打破了原先的固有思维，超越了个体原有的状态。例如，当你被迫辞职后，重新去审视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从而找到了一个更适合你的领域，你便开始了新的人生体验。又或者，当你曾有着深信不疑的目标，然而无论你使出多大的劲儿，都无法达到你所设定的和追求的目标时，这时你换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把原先设定的目标进行延伸，找到目标背后的目的，此时重新出发，根据新目的来设定新的目标路线。这是一种直觉类的体验，类似于豁然开朗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更深层次的，也是持续效果更长久的，它能带领你走向更高的境地。那么，怎么做才能达到心理享受的体验呢？方法1：停止抱怨外部环境。安东尼·罗宾说，不要抱怨他人，就算自己当年很惨，因为抱怨于事无补。更不要抱怨自己，只有改变自己对生活的设想，才可以真正解除痛苦。毕淑敏说，没有人能承诺和担保你一生下来就享受阳光灿烂的平等。你去看看动物界，就知道平等是多么罕见了。平等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维持大多数人安宁的策略。你明白了这件事，就会少很多愤怒，多很多感恩。你已经享受了很多人奋斗的成果，你的回报就是继续努力，而不是抱怨。你抱怨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变成你喜欢的人，外部的一切环境也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变成你想要的样子。那么，既然如此，你的抱怨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呢？相反，抱怨不仅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它甚至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它会培养你养成翻旧账的习惯。当你在抱怨中，你会不可避免地回忆过去，而忽视当下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过去的回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你会不觉地把自己当下的情绪夹杂进过去的记忆中，从而加深了痛苦的感受。而过去发生的一切又都是不能改变的，因此翻旧账只会让你对过往耿耿于怀。它会让你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因此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当你抱怨时，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会让他人感受到。没有人喜欢悲伤、不幸和痛苦，因此你的抱怨也会让周遭人沉浸在负面情绪中，从而令人感受到厌弃。而当你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时，别人对你的讨厌你也能深刻感受到，这样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你讨厌环境，环境也讨厌你。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懦弱的人。人的勇敢是体现在当你感受环境在变化时，你能够积极打破自己，而不是打破环境。打破一只杯子是很容易的，而打破自己的思维是很困难的。一旦你养成了抱怨的习惯后，你总会把一切归咎于环境，从而忽视自己内心的成长，逃避现实，逐渐让自己成为一个懦弱的人。它会让你变得敏感而多疑。抱怨周遭的人和事情会使你自己进入到受害者模式中。你同情自己，感觉自己十分可怜，好像别人都在欺负你。你会在与人的相处中变得越来越敏感。你害怕自己会再次受到伤害，总是怀疑周遭发生的一切也许会伤害到你。它会剥夺你体验不适感的背后意义。所有让你不舒服的事情背后都有着你看不见的价值。情绪的不舒服就好像你得了感冒一样，它会使你去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感冒。是最近太累了导致抵抗力下降，还是因为最近天冷了，衣服穿得太少导致的着凉？又或者是最近去了什么拥挤的人群中被传染了病毒？这样反思可以提醒自己在行为上注意一些。情绪的不舒服也是如此，只有你真切体会到了这种不舒服感，才能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并从中找出原因进行更正。而如果你用抱怨去掩盖这样的感受，那么你永远无法体验到不适感的背后意义。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么多关于抱怨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让你减少抱怨。一、牢记抱怨的危害。很多人无法停止抱怨，是因为不知道抱怨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和后果。就像没有人会喜欢吃过期的食物，人们深知食用过期的食物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同样的，你可以反复阅读上述由抱怨带来的危害，并牢记心中，告诉自己抱怨是会伤到自己的。为了让自己避免被伤害，就必须要停止抱怨。二、减少说话。当你正处在负面情绪之中，往往自身会选择通过言语去发泄情绪，因为说话是没有场景限制的。假设你采用砸东西或者大喊大叫等行为，那么你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环境，而说话则不受限。你可以随时随地发消息、打电话，或者直接抓住周边的人聊天，就可以吐露自己不愉快的情绪。但是，当你沉浸在负面情绪中，你难以保证自己说的话不是消极的、负能量爆棚的，而这样做就会开启发泄甚至是抱怨的按钮。因此，当你感到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减少说话，不要把负面情绪传递给他人。三、抓住事情的优点和好处。每件事情的发生总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如果你总是看着坏的方向，便会忽略好的一面，总是陷入坏心情中。如果你试着换一种思维方式，把目光转移到这件事情的正面意义上，那么你的精力也会减少在消极面的停留。研究表明，当人们把精力都集中在事物的积极面中，甚至会忽视掉事情不好的一面。比方说，当你进入一家大型企业中，你会有很多上升空间，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你也会面临复杂的人际交往。如果你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对自己的价值提升上，那么你就不会对周遭人的一言一行那么关注和注意了。同样，与个人相处也是如此，只要你抓住他的优点，只看他的优点，只和他的优点相处，而不是念念不忘他的缺点，那么任何人对你而言都没有什么好抱怨了。四、把目标定得更容易一些。
如果你告诉自己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要抱怨了，那么很可能是无法做到的，甚至你会很快就忘记这件事，因为从今往后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并不实用。你可以把目标定得再精确一些，更贴近实际一些。比如，你规定好自己今天上午不要抱怨，那么到中午的时候，你再回忆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如果做到了，就给自己一个奖励，可以是一顿美味的午餐。午餐过后，你再定一个目标，让自己下午也不抱怨。那么到了晚餐时间，你再回想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这样，每次定时定点的奖励，就会让你自己更容易去达成这个目标。通常一件事情重复3个月后，人就会形成习惯，久而久之，你会很快养成不抱怨的好习惯。方法2，避免回忆伤痛。在本书的上一章节中提到过，过去的记忆是有偏差的，尤其对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你回忆过往，会不自觉地夹带现在的情绪，给记忆润色。而之后，当你再回忆时，你的记忆不仅会有过去的情感润色，还会继续带上你现在的情绪。因此，越回忆，回忆可能就越不真实。在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中，有一种追溯论，指你现在的负面状态一定与过去的经历有着某种相关的联系。因此，在以往的理论中，心理导师会让你尽可能地回忆过去的不幸，并去研究这些不幸的往事，从而下定论你现在的负面状态是由于过去的经历导致的。而这样的方法不仅没有使得人们走出负面情绪，反而使自己对过往和现状产生了极大的憎恨。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就如同当你切菜的时候，一不小心割伤了自己，随后自然无可避免的就会感受到疼痛。但这时候，心理医生告诉你，来，你再割伤自己一次，我们来研究一下整个事件的发生始末，这无疑是一种2次伤害。很多现代心理学研究学者都提到过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把一个人所有的性格问题都归咎于原生家庭。你现在过得不开心，你现在工作不顺利，你现在婚姻中遇到了麻烦，大家都会先去研究你的原生家庭，并试图在那寻找到答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即便你是孤儿，人们也可能会说，由于你在生长环境中缺少了父母的爱，导致了你在职场上出现人际交往的障碍。而如果你是一个有着社会地位且事业较为成功的孤儿，那么人们也可能会说，由于你在成长环境里没有受到父母的约束，因此成长得非常自由，导致你与他人的思维模式不同。由此可见，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都能把你现在的状态归咎或归功于原生家庭。这就仿佛一年四季你就只穿一件衣服，下雨了也不打伞，天热了也不换短袖，一切生病就只怪天气，天气下雨所以着凉，天气太热所以中暑。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这里却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使你是一棵不会说话的树，但是你也会根据天气的变化而选择发芽或落叶，更何况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于过去的外部环境和处境，那么当下的问题永远都不能解决。因此，回忆过去的伤痛是毫无意义的。毕淑敏说过，人的记忆是非常奇怪的东西，我们希望他记住的东西，他虚与委蛇，给你一个过眼云烟；我们希望他遗忘的，他执着着死心塌地的铭记。其实很多人并非有意去回忆伤痛的过往，但是它就是会在不经意间出现，跑出来影响你的心情。如果你不能识别它，那么你就会被它紧紧地捆绑住。因此，你必须要学会识别当下的感受，去感受当下的情绪，静静地处在那个状态，然后找出它的根源。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回忆在暗处，而你在明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在不经意的回忆中迅速走出来呢？一，
想一想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有时候当你一个人走在路上时，眼睛里明明看着的是前方的马路，然而脑海里就会浮现各种各样的画面，当然也包括令你伤痛的回忆。这时候你只要有意识地去关注你现在的感受，然后告诉自己你现在正在走路，马路旁有什么，前面有什么，还有多久能到达目的地。只要你短暂地问自己几个问题，伤痛的回忆就会立刻被打断并随之消失。二，把过去的痛苦一词换成成长。人与词汇之间是有互动的，比如当你读开心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状态是开心的，你不会把开心和痛苦的感受混淆，毕竟这两个词汇所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你在回忆痛苦时，你便会感受到不舒服，比如悲伤的情绪。那么你只要把过去的痛苦一词在脑海里换成成长，你就能对这段回忆释然。当这段回忆不能再对你造成影响时，它就会跑开。就好像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不去对这段伤痛回忆进行回应，它也就会觉得没有存在的意义，便会自动消失。此外，人们对于成长一词通常是抱着中立的态度，因为每个人都会成长，成长是一件普遍的事情，也是每个人必经的事情。因此当你把过去的痛苦一词换成成长后，即便痛苦的回忆想要在你脑海里兴风作浪，你也会以平常心去看待。方法三，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人们对抗负面情绪时，并不会用现实的武器，而是会用思想的武器。无论你是寻求外部的原因，还是追忆过去，其本质都是因为你想太多了。一个人如果爱思考，在大多数人眼里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事实上，我们所认为的困难以及由思考带来的负面情绪，都是思考的产物。当我们认真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冒出来很多问题。比如下班前，领导突然来了这样一句：明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大家记得带好身份证。如果你认真去思考这句话，你会去想明天是什么日子，最近公司有发生什么事情吗？为什么要带好身份证？诸如此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无解的，因为这句话并不出自你口，你无法理解说这句话的人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很多情商管理课会教大家去揣摩领导的意思，但是当你去揣摩别人的心思时，你就会忽略了当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很多事情并没有什么背后的意思，但是当你过度解读这些东西时，你就会回到上述的误区中，开始回忆过去不好的事情，从而又引发了新的负面情绪。此外，人有时候会在过度思考中极力去获取成就感，尤其当你认为你想通了一件事后而产生的兴奋和刺激感，这种醍醐灌顶或是细思极恐的感觉会让你上瘾，最后总是习惯性的喜欢想太多。但是很多事情自己又想不通，于是便陷入纠结的情绪中，紧张而焦虑。实际上这种状态是不可取的，因为想太多的问题就会制造问题。很多事情本没有什么问题，当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就成了一个问题。然而人们对于问题的态度总是会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一个本身就不是问题的问题，又怎么能够寻求到解决方案呢？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自虐模式。你所认为的想通一件事，无非是在你的认知范围里寻求答案，但是真正的答案或许并不在你的认知体系里，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件事的看法总是处于你的角度，而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单由你的角度而发生的。即便你认为你寻找到了答案，很多时候这个答案要么是片面的，要么就是完全错误的。在认知心理学中有这样的研究发现，
人类90%的认知都是无意识的，意思是我们的想法和思绪大多都不是我们真正的想法。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大多数不是主观推动的，而是被动的意识。这种被动的意识可能来自你身边的人，也可能来自社会环境。总之，这种意识并不是你真正的想法。比方说，当你在公司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时，并且也已经到了下班的点儿，但你发现周遭的同事和领导没有一个准备起身离开，他们都在敲着键盘。这时候你可能会想，我是不是不应该走？别人都没走，我第一个走会不会不太好？又或者你会认为，是不是自己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做完？是不是自己遗漏了公司群的公告？这些想法都是你无意识产生的，都是突然冒出来的，并不是你通过深思熟虑后的认知。而这些想法之所以会冒出来，是因为普通社会性的职场认知，即领导走了，同事走了，那么我也可以走了。如果大家都没走，我走了，那么所有人都会注意到我，而这种注意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情。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会过度思考，实际上也是受外界的影响。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人际交往，即需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那么既然思考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才能做到尽量避免过度思考呢？一、注意自己当下的感受。思考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情绪，可以说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来自于你的想法。所以当你感受到自己的现状是痛苦的、紧张的、焦虑的，那么你就要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人的想法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错误的想法必然会导致负面的情绪。而当你置身于此想法的当下时，你很难辨别自己的想法是否是正确的。但是此刻当下的感觉是真实的，因此要时刻注意自己当下的感受。如果感觉不对，要先暂停思考，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种想法才是正确的，否则你又怎么会想太多呢？换一种思维方式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也许你会走向另一个思维的深坑。那么此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暂停思考。二、让自己行动起来。人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着，暂停思考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能够自由控制自己思维的人并不多，而且大部分的人甚至不知道暂停键的按钮在哪。其实想要让自己的大脑暂停一会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行动起来。比如当你在质疑现在能不能下班时，你可以直接询问一下，今天还有别的事情吗？我可以下班了吗？那么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另外，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你只是在咖啡馆里喝茶时，突然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于是陷入了深度思考，审视自己最近的行为，然后越想越不对。这时候你已经感受到了不愉快的情绪，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伸个懒腰，让自己动起来，保持动的状态1分钟以上，那么你会很快忘记刚刚在想什么。让自己动起来就是一个思维的暂停键。在行为心理学中，人的意识和想法会随着机体的行动而改变。也就是说，心理学不单单是对意识的研究，同样也可以追溯到对行为的研究。所以，只要改变自己的行为状态，那么意识也会跟着改变。任何行为都有两面性，包括思考。你可以在思考中成长、成熟，变得更有智慧。但是，过度的思考同样也会让你变得多疑、敏感、焦虑，甚至是痛苦。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个度呢？你只要记住，正确的思维方式会让我们感受到舒服、轻松和愉快，这是走向智慧的方向。而当你的想法让你产生纠结、紧张、焦虑、憎恨，
等一系列不舒服的感受时，你必须要按下暂停键，停止过度思考。步骤2，要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下来。研究表明，负面情绪与精神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人在一个紧张的情绪环境中，很难做到正向思考。相反，在这样的情绪中，人们会开始幻想事情的负面结果，那么更多的负面情绪就会随之而来。你可以试着回忆一下，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不顺，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问题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当烦躁不顺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你再刻意的去压制自己的愤怒，会使你整日精神颓废，或者不想搭理其他人，也不想做任何事情。最终你会发现自己被这些负面情绪笼罩着，什么也做不了。当然，你也会试着让自己不断的去调节情绪，比如按照步骤1的方法让自己行动起来，尽可能的不去想这些事情。但是你会感到消极的情绪始终在胸口徘徊，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这是因为负面情绪消耗了我们的精神能量，就像汽车没有了燃油，即便把坏掉的汽车修好，依然是跑不起来。那么，如何才能给我们的精神加满油呢？首先，你要把脑袋里的负面情绪释放掉，让脑袋有空间去加燃油。如果没有把负面情绪释放掉，硬加燃油进去，那么你只会感受到更沉重的负担。就像一个已经吃撑了的人，你让他再去吃点东西，即便食物再美味，他的胃也受不了。因此，释放负面情绪尤为重要。释放情绪有很多种办法，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发泄情绪。比如，当一个人难受的时候，大哭一场，心情就会舒畅很多。但是大哭过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会更累。实际上，发泄是一个消耗体能的事情，并且对身体也有一定的伤害。一旦你习惯采用这样的方式，你可能会对这种发泄方式上瘾，因为这是最快速释放情绪的方式，可以随时随刻哭泣，随时随刻发脾气。但是这样的方式会让你越来越掌控不了自己的情绪，变成一个爱哭鬼或者易怒的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经常发脾气会对人体造成哪些伤害。大脑经常发脾气会破坏大脑神经与意志的节律，加快脑细胞衰老，弱化大脑的功能，并且发脾气的同时会有大量血液涌进大脑，使得脑血管的压力增加。此刻脑内的血液中含有的毒素最多，氧气最少。当你愤怒时，你的思维就会产生混乱，这便是大脑缺氧的证明。很多人在发脾气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脑袋像炸了一般，头痛欲裂。心脏，当你发脾气时，会引起心跳加快，心脏收缩力增加，血压升高，血液变得粘稠。同时，大量的血液会冲向大脑和面部，会使供应心脏本身的血液减少，而造成心肌缺氧。心脏为了有足够的氧气供应，只好加倍工作，一通乱跳，于是心跳就会变得更加不规律，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肝脏，当人在愤怒时，机体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物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血糖升高，脂肪分解加强，导致血液和干细胞内的游离脂肪酸增加。而游离脂肪酸具有很强的毒性，因此经常发脾气会导致肝功能减弱。皮肤，人在发脾气或在哭泣时会显得面红耳赤，这是由于大量血液涌向了面部，血液中的氧气少，而游离脂肪酸等毒素增多，这些毒素会刺激毛囊，引起毛囊炎、色斑等。因此，习惯用发脾气和哭泣来发泄情绪的人，往往皮肤看起来会比较差，甚至相较于同龄人会更显老一些。胃部，很多人反应生气的时候会感到胃痛，实际上
当人在气愤中，脑细胞会工作紊乱，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并直接作用于心脏和血管上，使胃肠中的血流量减少，蠕动减慢，食欲变差，胃液增加，严重的话甚至还会引起胃溃疡。除此以外，肆意的情绪发泄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并伤害机体的免疫系统。因此，通过发泄情绪来释放情绪压力，并不是一件值得推荐的做法。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刻意的思维习惯也会使得精神产生压力和紧张。原本你的精神是处于放松状态，但是通过刻意的训练思维，导致思想受到抵触而产生了痛苦的感受。那么，什么是刻意的思维训练？比如现在很流行的小时规划法，就是把每天几点要做什么、想什么都按照自己设定的计划执行。实际上，这种做法会让人透不过气来，因为思维是流动的。当你的想法走进右边时，你硬要把它拉往左边，那么痛苦就会产生。尤其是每天的时间规划到非常具体的每小时后，你的精神会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有一些人在制定完非常详细的每日时间规划后，如果在某一个时间段内的事情没有做，或者是没有做完，那么他就会产生深深的负罪感，认为自己是错的。如果长期让自己处于这种状态下，你会变得非常消极，而产生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情绪感到太累了。我们说行动会产生情绪，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思绪。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做出一系列不同且复杂的行动，那么情绪会跟着行动一起变化，身体、精神都会感受到疲劳。当精神产生疲劳后，情绪便会走向消极的一面。很多人在根据自己制定的小时规划表进行实操时，不久就会发现根本无法执行下去。即便有人意志力特别强，能够做到这些内容，但内心也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的。有一篇文章曾经讲述到，你下班后的4小时做了什么，决定了你人生的下半场该怎么走。因此，很多人就开始焦虑起来，制定了下班后的时间规划，几点吃饭，几点学习，几点洗漱洗澡，把每一分钟都安排得非常详细。但真实的情况是，当你下班回到家后，已经非常疲惫了，你只想要休息一会儿。有些意志力薄弱的人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时间表的计划。然而，情绪的焦虑并没有消退，他们会深深感受到自己的颓废，从而产生无奈感。有一些人意志力比较强，会持续执行一段时间，但是最终也失败了，因为在此过程中，他必须去抵制所有的负面情绪，扛住所有的压力。但时间一长，当他精力消耗殆尽时，便会恢复到从前的状态，这会使得他也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和无奈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制定各种减肥计划，却始终没有瘦下来，或者瘦下来后又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其实并不是你意志力薄弱，而是抵抗负面情绪反而会加重压力和痛苦，这就相当于自虐。其实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自己达到目的，那便是顺其自然。无论是当下产生的负面情绪，还是日积月累的情绪挤压，通过顺其自然的方法，你便可以释放掉负面情绪，从而达到一个较好的状态，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可以治愈的，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药物或者是特殊的办法去精神释放。就像你饿了，可以通过进食来增加饱腹感，当你吃撑了，过段时间通过机体的能量消耗就不会感觉到撑了。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方法，而不是通过特殊的药物治疗或刻意的训练让自己不产生饥饿感或者是饱腹感。只是现代人太过依赖某种详细的教程以及疗法，导致我们都忘记了顺其自然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就介绍几种顺其自然的技巧，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做到，并不需要刻意的训练。技巧1，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笛卡尔说，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西塞罗说，闲暇不是心灵的充实，而是为了心灵得到休息。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不是没有时间休息，而是很多人认为休息是在浪费时间，
即便晚上12点了，躺在床上也要不断的玩手机看新闻，直到完全筋疲力竭才肯闭上眼睛。大家都以为接收信息就是在进步，睡觉休息是在浪费时间。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休息并非是在浪费时间，相反，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学习和工作。休息是一种应对紧张情绪的方法。短暂休息过后，人的创造力往往会更强，做出的选择和判断也更为明智。我们必须要消除休息就是浪费时间的观念，否则当你遵循这个观念去休息的时候，心里面必然会充满怀疑或自责。你必须知道，当一个人处在没有休息好的状态下学习或工作，其产生的结果不仅是效率低下，甚至更容易犯错误。美国励志演说家、作家厄尔南丁格尔曾经说过，如果普通商人每天花1个小时静静地思索如何更好、更有创意地为顾客服务，而不是努力赚更多的钱，他本人和他的顾客们都会因此而更加富有。可见，休息是激发创造力的必要条件。此外，如果一个人总是处于在没有休息好的状态下工作，那么他往往会有更多的负面情绪。这是由于大脑没有得到充分放松，却在过度消耗，导致了情绪上的失控以及工作上的失误。我们的精力其实就像手机的电量，休息的过程就相当于在充电，因此休息的时候要尽量避免消耗精力。比如以下行为：一、把娱乐当作休息。很多人在公司午休的时候会打游戏、看搞笑综艺节目，这样的行为好像是在放松精神，实际上这是在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体力以及脑力资源。二、把听音乐和看书当作休息。音乐和看书确实能使人放松，但这并不是休息，因为当人在听音乐和看书的时候，大脑依旧在接收和处理信息。所以，当你选择休息的状态下，尽量什么都不要去做，让大脑停止接收外面的信息。根据休息的时间长短，可以把休息分为几类。5至15分钟闭目养神，让自己处于一个尽量舒服的状态下。比如，你可以给自己的工作椅上准备一个靠垫或坐垫，选择一个放松的姿势，然后闭上眼睛，不要戴着耳机听音乐，就是让自己什么也不做，闭上眼睛休息。20到40分钟打盹儿。打盹儿适合在紧张工作满4到6小时后进行的休息，这时候大脑已经感觉到胀痛了，甚至如果再工作会使得工作效率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工作1天后回到家中再继续工作或学习就会觉得非常痛苦。你一定要记住，当精力不足时，无论再继续做什么，你的负面情绪都会悄悄跑出来。那么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打个盹儿。一到家后定好闹钟20到40分钟，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但是时间不要太长，以免睡多了之后夜晚就再也睡不着了。5到8小时睡觉。睡眠实际上也是一门学问，睡眠时间不在于多，而在于质量。很多人每天睡10个小时依旧非常困乏，而有些人晚上只睡5小时，却能保持非常好的状态。睡觉的时候尽量保持室内安静。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塞着耳机听音乐或者听鬼故事，那么这样你的脑袋就会打架，到底是接收信息还是应该休息？因此，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睡眠是不可取的。那么，从现在起，你必须要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休息时间，尤其是把睡眠时间固定下来，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让自己的生物作息变得规律。研究表明，规律的作息习惯会让负面情绪得到充分的释放。尤其当你在休息的时候，你的情绪也在休息，它也在自我调整。你要知道，人的情绪也是有自愈能力的。当你感觉不对的时候，就一定要让自己先休息一下。技巧2：向大自然倾诉。当人处于情绪低谷的时候，最容易想到并去实践的一件事，那便是倾诉。是的，倾诉相当于丢弃垃圾情绪。有些时候，当人们被负面情绪所绑架后，就连简单的睡觉这件事也无法做到。
我们总是沉浸在情绪中，不是不愿意释怀，是根本无法让大脑去试着放松。那么倾诉便是另一种方法。但是倾诉是有技巧的，因为你得去找到合适的垃圾桶，一个愿意接收你负面情绪的垃圾桶。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人人都讨厌负面情绪。有时候当你认真地向别人倾诉时，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甚至是鄙夷。除此以外，没人能够真正去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你要知道，别人不是你，别人没有经历你所经历的事情，自然无法感受到你所感受的痛苦。那么既然如此，你必须停止向外苛求得到别人的理解。不恰当的倾诉对象往往还会给自己日后埋下隐患。比如，当你向关系要好的同事倾诉了你与上司之间的矛盾，表面上他给了你支持和理解，可是一转身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上司，从而可能又加剧了你与上司之间的矛盾。那么选择跟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去倾诉，是不是就好了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和你有情感关系的朋友、亲戚以及家人等，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很多情况下，当你把负面情绪传递给了身边的人，不仅不能得到对方的理解，甚至还会破坏彼此之间的情谊。你的负面情绪的确会消耗你的精力，但是当你倾诉时，你的负面情绪就会传递给别人，从而消耗别人的精力。你不喜欢痛苦，别人也不喜欢痛苦。最好的倾诉对象其实是大自然，你可以试着逛逛周边的公园，找一找你喜欢的树、小花或者是小草，选择在心里告诉他，或者是直接说出来。他们是最好的倾听者，他们不会泄露你的秘密，也不会嘲笑你，更不会对你的发言指手画脚。你其实并不需要别人的建议，更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处于在负面情绪当下的你，只是需要倾泻你的负面感受。当垃圾都丢干净了，心情自然也就会冷静下来。此外，你还有一种倾诉方式，那就是亲近大自然。你什么都不必说，你只要待在大自然里就好。根据科学报告上的一篇关于人与自然的研究发现，如果人每周至少在大自然中度过2小时，对于改善健康以及平复情绪和提高幸福感有着非常好的帮助。这项研究由艾克塞特大学领导开展，英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这是关于人类与自然接触的规模最大的研究之一。有近2万名志愿者参与，并反馈了他们在过去7天里接触大自然的时长和频率，其中包括家附近的公园、绿地、郊外、山野和海滩等。与1周内都没有接触过大自然的人相比，每周至少在大自然中度过2小时的人群，健康状态良好的概率高出60%，具有高度幸福感的可能性也提升了近25%。相比之下，7天内接触过大自然，但是时长少于2小时的人则没有明显的改善。由此可见，亲近大自然是一个值得推荐的精神疗养办法，这也是非常容易的办法。你不需要去逼迫自己刻意做什么，或者刻意制定什么计划或者安排，你只需要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走进附近的公园或绿地，然后待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除了修复自己的情绪以外，亲近大自然还有很多的好处。你可以在此释放工作的压力，和朋友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但是在此之中，尽量不要让自己去触碰手机，这会打扰到你。你的精神和情绪都需要得到完全的放松，他们需要倾泻消极的、负面的东西。不要让自己再去接收任何的信息，否则你的思绪又会在大脑里打架。现代化的都市，人们总是处于在嘈杂的环境里，即便周围很安静，但是手机里总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弹出，而这些信息都会打扰到你。因此，你必须要有意识地告诉自己，处在负面情绪的当下，一定不要让这些嘈杂的信息叨扰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大自然的疗伤。否则，即便你待在大自然里，精神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放松。如果当下的你正处于精力旺盛的状态，又没有办法跑去向大自然倾诉，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方法，同样也很管用。技巧3：整理房间做家务。也许你会感到很惊讶，为什么整理房间做家务能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下来？实际上，这是一个整理心情的过程。你可以把自己的居住环境想象成自己的大脑，越干净越有条理的居住环境，越能让大脑感受到放松。实际上，当你处于一个比较凌乱的居住环境里，你的思维也会跟着乱起来。因为人的眼睛会接收到信息，然后把信息传达到大脑里。虽然你感觉不到这个过程，但实际上眼睛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因此，当你的眼中看到的环境非常凌乱，那么你的思维就会产生混沌。此外，做家务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大脑清理垃圾，因为大脑会随着你清扫垃圾的动作一起跟着被清扫，那么你的负面感受也就被你清扫掉。而这种状态下，你的负面情绪不会感受到一种被刻意消除的力量，因此它不会对你产生抵抗情绪，而是顺其自然地被清扫掉。甚至在这种状态下，你都感受不到负面情绪已经消失了。但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不要认为这是一种任务，你无需去刻意列清单，或者一定要从哪个地方开始打扫，因为所有的刻意都会给自己造成一定压力。你可以今天打扫一个地方，明天再打扫另一个地方，并不一定要在一天内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你得知道，我们生活的空气里粉尘无处不在，即使你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没过多久，家里还是会有各种垃圾。即使没有垃圾，地板上每天也会有粉尘。因此，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或是规定一定要怎么做。你可以只整理一下衣柜，或者是把水槽的碗洗掉，就这样完成一件小事情也可以。如果把做家务这件事当做生活的负担，那么每当你做家务的时候，并不是在放松心情，而是在积累负面情绪。做家务整理房间就和自己刷牙洗脸一样，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刷牙洗脸当作任务去做，那么你会感觉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当一个人做自己感觉很麻烦的事情时，负面情绪自然就会跑出来。你之所以能够接受每天刷牙洗脸，实际上是由于你认为这是对自己有好处、有价值的。那么做家务也是如此，它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好处。改善心情。研究表明，做家务劳动可以帮你减轻20%的压力和焦虑。你不需要单独花费一整天去做这件事，只需要腾出2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做就可以。当你正处在负面情绪之中，做家务能够很好的帮你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并且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你也会停止接收外界的信息，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前2个技巧中，无论是让自己休息，还是找大自然倾诉，其本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让自己的大脑不再接收信息，不再对新的信息进行处理。当大脑中的负面情绪不再受到信息的挤压后，它便会慢慢的流走。因此，做家务也是帮助你思维放空的好办法。呼吸畅通。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或哮喘的症状，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对气候的过敏。实际上，家里的粉尘和宠物的皮屑也可能导致过敏甚至哮喘。尤其是要注意的是，如果家中有小孩或者老人的话，那么更要注意家中的粉尘清洁。因此，建议定期清扫室内的灰尘。毕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是形成良好情绪的前提。消耗热量。做家务也是一项运动，你不必刻意的去健身房参加某种运动，毕竟来回的路程也很浪费时间。如果你想节约时间的话，在家也可以做家务运动，同样能达到热量消耗的目的。如果你希望每天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做家务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尤其当你做完家务劳动后，你能够获得减肥和洁净环境的双重成就感，而成就感的出现可以把所有的负面情绪转成正向的感受。
因此，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成就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提高睡眠质量，许多证据表明，在有序整洁的环境内居住，能使机体更容易入睡。有时候你躺在床上，看着周遭无序杂乱的环境，心情也会有所起伏。实际上，失眠和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如果你早上起床有起床气，那么你可以尝试把房间整理一下，尽量让物品更整齐有序，这样早晨醒来心情也会更舒畅一些。预防疾病，如果居住环境不卫生，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增加患病的风险。如果你的厨房不经常擦洗，或者水池里总是堆着很多没有洗的碗筷，在需要使用的时候才会冲洗，那么最后细菌都会跑到你肠胃里。建议不要将脏的碗筷长时间放在水槽里，因为细菌会在餐具上进行大量繁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最好及时清洗干净碗筷。以上这些都是做家务的好处。做家务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任何人都可以做家务。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你会不知不觉地感受负面情绪在消失。除此以外，如果你认同以上观点，打心里认为做家务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话，那么你的负面情绪就会转向一种正向的思维。我知道许多男性非常排斥做家务，即便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是依旧会认为做家务很丢脸。那么男士们必须要打破这样的思维牢笼。研究发现，许多男性退休后常常在家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实际上这是没有生活存在感的一种体现。当男性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在心理上会感受到一种有社会地位的优越感。而当男性退休在家后，会觉得没有事情可以做，这会让许多男性在心理上有一种失落感。那么做家务就会很好地帮助男性消除这样的感受。生活就是要动起来，什么都不做也无法体验生活。当人在真空的环境里什么也不做，思想就会变得困乏，会感到无聊、寂寞、恐惧、悲伤，甚至是痛苦。人不能缺乏信息的输入，但是也不能活在大量的信息中，那样同样会产生焦虑和不安。因此，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你整日睡觉，或者整日待在大自然里，不接受任何信息，又或者每天要做大量的家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负面情绪就会变得非常多。因此，所有的技巧都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所谓的度，也就是一个时间和频次的概念。在以上3种技巧里，都列出详细的建议时间。只要把时间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以及不要过于频繁的操作，那么以上3个技巧就会真正让你的精神放松下来，而不会加重情绪的负担。步骤3，时刻搞清楚自己的最终目的。在第1章里，当你清楚了自己负面情绪的来源后，随着步骤1和步骤2的操作，我想你已经能够冷静下来了。接下来就要搞清楚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换句话说，你的负面情绪想要干什么。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原本是抱着好心帮助他人的目的去和别人沟通交涉，但结果却和对方闹起了矛盾，最后不欢而散。不仅你自己很生气，别人也同样对你很生气。比方说，在某个工作日的早上，你的宠物突然生病了，你想要带它去医院。首先你试图与上司沟通请假，却遭到拒绝，你很生气，希望上司能够理解你。但是上司不仅没有理解你，还对你进行了批评教育，结果你一气之下就提出了辞职。虽然你达到了今天可以带宠物去医院的目的，但是却也丢了这份工作，而这个结果并不是你想要的。因此，你必须了解自己负面情绪产生的目的，并且通过正确的方法把情绪传递给对方，让对方能够了解到你的想法，
从而达到理想的谈判结果。那么，现在你可以回想一下，当你在与他人沟通的过程中，你产生的愤怒情绪是为了伤害对方，还是为了战胜对方？事实上，在你开口之前，你并没有试图去故意伤害对方，或者是想要战胜对方，因为这并不是一场辩论赛，所以根本不存在想要战胜对方的概念。但是，当你产生了愤怒的情绪后，你的言行就会出现偏差，你的行为就会无意识的去想要伤害对方或者战胜对方，从而让别人听你的。你要知道，感受是优先于念头而产生的，因此，当你有了负面情绪的感受时，不要立即采取任何行动。你要先回想一下你最初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把你的最初的目的告诉对方，并将你的感受也详细描述给对方。情感是会传染的，当你产生了愤怒情绪后，你传递的也将是愤怒，因此对方也会感受到生气。同样，当你把想要获得理解和帮助的心情表达清楚后，对方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情绪。回到上述的例子，当你说在请假这个词之前，你可以告诉对方宠物和工作对你来说同样重要。但是这时候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宠物生病了会影响到工作，你既希望宠物能够得到尽快的治疗，又希望不耽误工作，那么你就可以用寻求帮助的方式问上司，让他帮助你寻找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要你能够准确表达出你现在的情绪，你的上司就会感受到你此时的为难。在心理学上，帮助有困难的人会使得一个人感受到尊严和高尚感。没有一个领导喜欢被下属通知，而当你开口说请假的时候，其实在领导的感受里，你已经做了决策。因此，想要达到你最初的目的，就一定要学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感受，这样他才会做出你想要的选择。换位思考这个词，一方面是让自己学会换位思考，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别人进行换位思考。所有的负面情绪归根到底是思维方式和行为产生了偏差。你想要的结果明明是这样，但行动却做成了那样，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于是你就会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总结一下，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如何减少因为自己的行为偏差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一、说话之前，先要想一想自己想要在沟通中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请假这件事，你希望的是上司给你准假，而不是为了请假，所以你要去打电话做这件事。而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就会造成行为上的偏差。再比方说，当你在推销产品给顾客的时候，如果你的想法是推销，你会把心思都放在怎么解释产品上。而如果你的想法是让客户接受你的理念，从而达成和你一致的对产品的看法，那么你就会先去了解客户的情况，了解他的理念和想法，直到你使他的理念同你保持一致，他才会认可你的产品。二、让自己换个角度思考，把自己幻想成对方，抛弃自己的所有想法，去感受对方的性格特点和感受。如果你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说话，对方就不会感受到你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三、引导对方进行换位思考。当你把自己和对方进行角色互换后，那么你便能进一步去思考如何让对方感同身受。如果你在日常工作中只能做到前两步，你就会强迫自己去默默忍受、默默理解别人，但是别人不会觉知到你为他所做的事情。时间一久，你积压的情绪就会成为一种怨恨，最终你还是会把怨恨的情绪还给对方。也许你自己并不能感知到，但情绪会引导你的行为，你非刻意的行动其实都带着情绪。如果以上三个步骤你都做到了，但仍感到生气，那么这时候你必须暂停沟通，让自己先冷静下来。
重新寻找更合适的沟通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方法如下：一、时刻去感受自己的情绪。你必须确保你在沟通中的情绪是积极的、正向的，这样你才能使自己表达的内容是积极的、正向的。因此，你必须时刻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否则你就会被情绪绑架。而你在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些负面的行为，说一些负面的话语，那么结果一定会与你所期待的结果背道而驰。二、感觉不对时就暂停。当你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常的沟通状态时，或者说，当你感受到不开心、不满意以及愤怒的时候，不能让自己的行为立刻冲出身体，你必须得让自己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告诉对方请稍等你一会儿，你现在有事，等一下再跟他进行沟通。如果是在打电话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同样告诉对方，抱歉，我等下再打给你。永远不要让自己在应激反应下说任何话，因为人的应激反应总是处于自卫模式，要么就是伤害别人，要么就是去战胜对方。三、请重新做以上三件事：一、说话之前先想清楚自己的目的；二、让自己换角度思考；三、引导对方进行换位思考。只有你深刻地了解到所有负面情绪的产生都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偏差，你就会不断地去修正自己的行为，找到让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保持统一的步调。在此过程中，不断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去观察自己的情绪是处于正向积极中，还是处于负面消极中。根据自己不同的情绪状态做出不同的调整，不要让自己跟着负面情绪走。在负面情绪中，除了生气这种显性情绪以外，还有一种隐性情绪，那就是焦虑。显性情绪很容易让自己觉察，毕竟生气的感受是即刻而出的，你能瞬间感受到自己的不爽。但是焦虑就像是温水煮青蛙，它是一点一点的来，慢慢加热。当你发现自己处于焦虑的情绪中，其实之前已经积攒了很多内容。那么，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方法也是同样的，按照上一节第一个步骤，先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再思考你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的焦虑其实是漫无目的的，比如看到隔壁公司在大裁员，于是自己也感觉到焦虑，你害怕自己公司也会开始大裁员。事实上，你的焦虑并没有任何目的性，你是想让自己不被裁掉，还是想要自己的公司不要裁员呢？如果没有这种明确性的目的，那么你的焦虑就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只能是让自己白白在负面情绪里受罪。而如果你有明确的焦虑目的，你希望自己能有稳定的工作，而不是被公司轻易裁员，那么为了让自己不再焦虑，你可以采取行动去提升自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在工作中更有优势，更有价值。那么你的焦虑就会转化为积极的正向力量。除此之外，你要谨防那些引导你焦虑的信息和文章，因为这些文章的背后都有强烈的目的，就是让你感受到焦虑。当你的情绪被人隐性掌控后，你的行为就会不受控制，会做出一些令自己非常后悔的事情。其实，所谓的冲动消费也是如此，别人引导了你的情绪，你的购买欲实际上是无意识的行为。因此，要时刻感受自己当下的情绪，不断在心里强调自己的目的和初衷，便不会轻易做出一些与自己思想有偏差的行为。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一种暗示你的力量，你只要认真去感受自己的负面情绪，并且去学着读懂自己的负面情绪，找到负面情绪出现的目的，那么这些负面情绪都会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步骤4，宽容别人，放过自己。所有人都知道宽容这个词的含义，赞美宽容的词句也有很多。宽容是美德，也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在你的身边应该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你要宽容别人，但是你依旧做不到。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让我宽容别人，而不是让别人来宽容我呢？你之所以做不到宽容别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认为宽容是一种利他行为。在认知心理学中，人们往往会优先考虑利己行为，只有在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考虑利他行为。当你处于失业状态下，你不会想要去帮助别人找工作，你肯定会优先让自己找到工作。此外，在你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时，你也不会想要去帮助别人完成工作。其实，当你处于负面情绪中，在自己的负能量还存在的情况下，你不会马上想到要去宽容别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别人让我不开心，为什么别人不给我道歉？我还要去宽容别人。事实上，在当下人们产生这样的思想并没有什么问题。当你处于不开心的状态下，你的确不需要去宽容别人，因为被迫宽容也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比如，当别人在言语上伤害到了你，如果你选择宽容，也就选择了忍耐。之后，别人就会在言语上对你进行更深层次的攻击。宽容不是容忍或忍耐，宽容会让自己感受到轻松，而容忍则会让自己产生痛苦。当痛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心理疾病，最后可能会导致身体上的疾病。有些人看起来从来不生气，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到最后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痛苦。有些上司在和下属交流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会伤害到别人，错把别人的忍耐和宽容当作自己得寸进尺的武器，进而加剧了矛盾的产生，不仅使自己变成被情绪控制的猛兽，也让别人被迫接受了言语暴力。此外，同事之间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同事喜欢搞一些动作，比如背后说别人的闲话，或者爱打小报告。如果你一味的宽容和忍耐，并不会让其他同事觉得你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相反，很多人会认为你默认了这种流言蜚语，致使别人对你产生了误会。宽容和容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完全是两个概念。当别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你道歉时，你有权利选择是否宽容别人。任何人选择道歉这个行为时，其实都是在寻求对方的宽容。而当一个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任何问题时，他并不需要你的宽容。你的宽容对他来说是多此一举。而这时候，宽容实际上是容忍，也就是你允许别人伤害你。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个人绝对不可在遇到危险或威胁时背过身去试图逃避，若是这样做，只会使危险加倍。因此，在宽容别人之前，你要确保自己不是在宽容别人。首先，你就要引发出能够产生宽容的条件，那就是获得别人的道歉。要想获得他人的道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勇敢地先去道歉。记住，切勿逃避现状，因为在负面情绪的状态下进行的所有行为，实际上都是在彼此伤害。你把负面的感受给到别人，别人把负面的感受给到你，双方都是不愉快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另一个人生气，职场上流言蜚语的产生多半是源于嫉妒，而嫉妒又是源于高调或者是炫耀。可能是你的高调或无意中的炫耀让别人产生了不舒服的感受，而别人又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去表达了他的嫉妒，最后必然双方都对彼此有埋怨。所以你要知道，你在生别人的气时，别人也在生你的气。如果你想要当下立刻解除这样的负面情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先去给别人道歉。或许你并不知道别人为什么生气，可能有些行为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当两人在不同频率的情况下进行沟通时，必然彼此都会感受到不舒服。
不舒服的感受就会产生不恰当的行为，那么最终就会造成彼此伤害的情况。一个真诚的道歉并不会让对方感受到洋洋自得，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的真挚道歉时都会产生同理心，所有的情绪都会进行传递，道歉同样也会传递。当你传递愤怒的情绪，别人也会感受到愤怒；当你传递内疚和自责的情绪，别人也会感受到内疚和自责。因此，一个真挚的道歉就是触发宽容的按钮，这个按钮不仅是别人对你的宽容，也是你选择对他人的宽容。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如果问题已经成了死结，即便你进行了道歉，别人也不会感受到，因为事情时隔久远，又或者你面对的是网络暴力等，那么道歉这一招并不管用，因为道歉需要针对具体的对象和事情，否则你的道歉无法触动任何人的情绪，自然道歉也就不管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学着宽容别人，放过自己了。这里的别人也许是离你比较远的人，或者是虚拟网络世界中的人。这时候的笑容并不是去忍耐，相反，这是一种利己行为，即放过自己。面对过去的事情，过往的人，你的耿耿于怀和痛苦并不会有任何的正向结果，只会让自己深陷在这样的感受里，不断的回忆，不断的责怪。这就像在自己腿上绑一个沙袋，你依然可以行走，但是负重前行的你会感受到精神的疲惫，那么路就难以走远。每一次不舒服的感受都是可以让自己提升智慧的时候。当你感受到这样的压力后，你一定要学着去放下这些沙袋，不要让它们成为你前进路上的负担。接下来你可以试着采用以下3个技巧去卸下自己身上的沙袋。技巧1，试图了解别人的目的。当你试着了解别人的目的时，你的负面情绪就会逐渐减少。比如，你看见一篇令人引起焦虑感的文章后，你要下意识地告诉自己，这是情绪渲染，别人这么写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让你感受到焦虑，那么你便不会感到那么的紧张和焦虑了。人都有叛逆心理，一旦你发现了别人的目的，且拒绝接受这个目的，那么你的情绪就会朝另一个方向走。再比如，当你知道有时候老板发脾气可能是故意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产生紧张以及压力的情绪，那么你便能理解他的行为，且不会对此感到生气。人与人之间的负面情绪主要还是因为双方并不清楚对方的处境，不了解对方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智慧能把自己的感受和目的清楚地向对方表达。但是此时如果你能够去试图了解别人的想法，你就不会有负面的行动。事实上，这是对自己非常有利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别人的错误表达导致了自己内心的痛苦，那么这种痛苦没有人能帮你或者代替你去消化，唯有你自己才能把这样的负面情绪转换成正向的积极的力量，否则你只能一个人默默地背着别人给你撒下的情绪包袱，承受着你本不该承受的东西。当你了解了别人的处境、位置以及目的后，你就能读懂对方的情绪，从而你才能放下包袱。因为了解而强大，因为强大而温柔。温柔的背后不是去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不是去忍耐对方的错误，而是你要了解并体会对方的感受，那么你就能拥有豁达且智慧的温柔。现代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如果你能察觉到自己的压力，并且找到压力的根源，压力就会逐渐消失。例如现在很多自媒体人进行网络创作，必然会遭受到一些网络暴力、一些质疑、反对，一些甚至是人身攻击。面对网络暴力，你同样可以选择试图去了解别人的目的。你可以把自己幻想成对方，去浏览网络上的各种信息。面对不同的信息，你一定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有些信息会让你感受到嫉妒，那么同样别人也会产生这样的感受。有些人会通过网络泄愤
来舒缓在工作以及生活中的压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对自己最安全。你要记住，当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和理解时，他们就会选择更利己的方式，而不会选择利他的方式。比如，有些人在网络上有炫富的行为，那么自然就会遭到别人的妒忌。有些人会想自己这么辛苦，这么劳累，却远不及你得到的多，心里就会产生不公平的埋怨，进而把埋怨还报给你。再比如说，有些人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为了使自己的负能量赶紧发泄出去，就会跑到网络上到处攻击别人，以获得心理平衡。但这样的发泄方式只会让自己被负面情绪操控。网络暴力之所以无法停止，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将自己的负面情绪转化成正向的动力。唯一能让他们短暂感受到一丝痛快的方式，就是通过发泄情绪。在本书的上一章就提到过，如果你用发泄情绪的方式让自己获得平静，那么你便会对这样的发泄方式上瘾，随时随地的产生负面情绪，随时随地的想要发泄情绪，你会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直到最后被负面情绪牢牢捆住。技巧2，试着同情别人。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就是人人都应该富有一颗同理心，学会同情别人，但同理是解药，也是毒药。何为毒药？要知道，没人喜欢被别人同情，这代表了自己是一个弱者。有时候，不适当的同情会让别人感受到被瞧不起，或者是被讽刺。例如，当你在公司工作了1年，这时候恰有一次职位晋升的考核机会，但不幸的是，在这一次竞争中，你并没有胜出，而那个胜出的人告诉你，他很同情你。那么这时候的同情并不会让你对他产生好感，相反，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炫耀，一种示威。即便是此时周边的人都向你表露出同情的心态，你也不会觉得他们是好心的。像这样的同情不仅不能给别人带来任何心理上的安慰感，还会像毒药一样强迫别人吃下。当你的同情并没有给别人带来实质性的好处时，你的同情就会伤害到别人。只有当别人真的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同情时，你的同情对他来说才是安慰剂。此时，同情一个人最好不要用言语来表达，而要用实际行动来呈现。如果你真的觉得别人可怜，那就用正向的方式去帮助他，比如常常看望他，照顾他，合适的话可以给予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何为解药？人之所以要富有同理心，是因为这也是放过自己的一种方式。当你选择在心里默默地同情别人，你就不会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在言语上同情别人是给别人的毒药，在心里默默同情别人则是给自己的毒药。双方在争吵中没有一个人是不受伤害的，虽然你在沟通中受到了言语暴力，但在这期间你的行为对别人也是一种暴力。在职场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不成熟的言语和表现让别人感受到负面情绪，只是当下别人并没有表现出来，你可能也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当别人对你的忍耐到了一定程度时，对方就会爆发。也许这个人是你的领导、同事，又或者是公司楼道里的保洁阿姨，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当别人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是否伤害到别人了，否则对方不会无缘无故地向你发火。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因为这些怨气可能是别人日积月累的沉淀。别人对你的愤怒也是在暗示着你，他被你伤害了。如果你能从心理上试着去同情这个被你伤害的人，那么你也就能够原谅他了。我们死咬着过去的事情不放，总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其实也是不敢承认自己有错误的表现。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弱者最害怕的是看到自己的缺点，而强者总是敢于发现自己的缺点。
勇敢去承认它的存在，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你必须要直面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要知道，大多数人无法应对自己的负面情绪，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不敢正视它。正视自己的负面情绪，就像正视自己的弱点和错误一样，虽然会让人害怕，但是你必须要去直面它，才能更好地应对自己的负面感受，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有智慧。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长期接触外界媒体，你面向的群体就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这些不确定的人总是在言语上对你进行施暴。虽然你已经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不开心，故意刺激你来发泄情绪，但是你依然做不到让自己置身事外，不去理会这些负面信息。你依然可以使用这个技巧，试着同情别人。同情别人也是与对方进行换位感受。你可以试着想一想，陌生人为什么会对你发泄这么多的负能量？他在生活中是遭遇了多么不顺心的事啊！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如果没有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是不会经常去网上攻击别人的，这是费时费力的事情。也许在网络上进行情绪发泄，已经成为他释放压力的唯一办法。如果你怀揣着这样的情绪去看待那些对你进行网络言语暴力的人，你便不会受到这些网络言语暴力的影响。再者，你可以试想一下，为什么在许多人感受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不会对空气发火，而一定要找一个有情绪的对象进行发泄？其实他想要的是让你感受到他的负面能量。如果对着空气发泄，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空气，在心里同情对方的同时，不对任何攻击进行回应，那么这些网络暴力也就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伤害。以下几句话你可以适当的用心记一记，这并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而是通过正向的思维逻辑，让你在负面情绪中理出头绪，从而带你走向正向的思维模式。尤其当你对某件事或某个人产生耿耿于怀的情绪时候，又或者当你受到网络言语暴力时，可以拿出书本，按照顺序读一读下面的句子。一，没有什么事情比你拥有一个好情绪更重要。你是你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情绪的傀儡。二，你不要把别人的痛苦强加在自己身上。别人的负面情绪是别人痛苦的写照，不应该成为你的枷锁。三，试着去想象一下别人的不容易，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人是如何的痛苦，才会表现出如此之大的消极行为。四，试着同情一下对你发泄负面情绪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也受到了你的伤害。五，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双方都出了力。六，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无论你怎么想怎么做，时光都不会倒流，那何不放过自己呢？七，在心里同情别人的时候，也顺便同情一下自己，你也很不容易。八，没有人不犯错误，每个人都会在错误中成长，在错误中感受痛苦，在错误中纠正自我，完善自我。每一次的错误都会成为你进步的阶梯。以上两种技巧都是在具体的事件上宽容别人，接下来的一个技巧则是在宏观上宽容别人。技巧三，降低对他人及外部环境的期望值。俗话说，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开始对自己不抱有任何期待，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某件事，于是变得越来越颓废，越来越麻木，最后逐渐让自己成为一个令自己都讨厌的人。实际上，很多人都曲解了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期望不是指对自己没有期望，而是指对他人以及对外部环境不要抱有过高期望，因为这种期望是你单方面的想法，不是互为双向的想法。没有人有义务去完成你的期望，甚至大多数人都是讨厌被人期望。期望这个词不应该放在别人身上，而应该放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期望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能够不断提升并实际行动，那么外部所有的环境和人都会因为你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在企业中，很多人认为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从不去帮助同事，也不会去学习其他同事的成果，认为自己就拿这一份工资，为什么要做其他事情？如果你的想法总是局限于此，那么收入也就只会局限于此。同样，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你能在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常常帮助身边的同事解决他们的困难，以及去学习其他同事的成果，那么不出半年或者1年，你就能快速成长，甚至晋升为领导。何为领导？就是有能力引领同事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让公司变得更值钱。如果你单方面向外期望领导能够退位让贤，或大老板给你升职，一旦失望，你就会对他人产生憎恶感。不把期望寄托于他人，就是对他人最大的宽容。没有人愿意被你的思想所绑架，也没有人有义务去满足你的期待。一旦别人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你就会产生抱怨、仇恨，甚至有些人一定要让对方产生内疚感。就是因为对方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最终结果必然是别人越不能满足你的期待，你就越痛苦。你的期待并不会真的捆住别人，而只能把你自己捆住。步骤5：寻找正面意义。如果你曲解了负面情绪的含义，你就会感受到痛苦。如果你能正确读懂它的意义，那么你就能更接近自我的价值实现。以下就是不同情绪的正面意义。愤怒，它在告诉你得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本质上，很多情况下的愤怒情绪都是源于我们对自己的无能而产生的痛苦。当自己对现状不满意，又无法改变现状，愤怒的情绪就会产生。这时候，唯有让自己更强大，才能改变现状。当你不满上司总是用傲慢的语气跟你说话时，你的生气就是在暗示你必须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人们总是对更权威、更有社会地位的人产生尊敬，所以你最有力的回击就是让你的上司离不开你，让整个公司都离不开你，那么所有人都会对你非常客气。愤怒的产生并不是告诉你得去发泄情绪，而是要你将愤怒的情绪变成让自己强大的力量和动力。要么愤怒才不会让你陷入更痛苦的绝境中。一味的发泄愤怒只会显得自己无能，让你身边的人更加远离你，而强大的人则会让更多的人去靠近追随他。焦虑，是时候改变自己了。焦虑的人总是比其他不容易焦虑的人更有危机感，但是如果你不去做出任何改变，那么你的焦虑就毫无意义，而且你会变得更焦虑。如果你不与焦虑情绪和解，那么你就会在焦虑中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又会让身边的人感受到痛苦。试想一下，你努力工作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庭更加幸福吗？而你的焦虑只会破坏这一切。紧张，你需要付出更多。开会时的紧张是很多刚入职不久的年轻人常常会体会到的情绪，害怕自己主持会议，害怕领导让自己上去讲话等。大家讨厌这样的紧张情绪，但是如果你刻意去逃避这样的情绪，那么紧张永远不会消失。所有的紧张情绪都是在暗示你为自己准备的太少了。这里的准备不仅仅是材料的准备，更是心理的准备。也许你在开会以前已经把 PPT 做得很详细了，不仅在文案上花足了心思，还在版面设计上也花费了心思。可是当你在众人面前开口演讲时，依旧感到紧张害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紧张的情绪就是在告诉你，这还不够，你需要付出更多的准备。比如让自己多尝试在不同的公众面前进行讲话和演讲，训练自己拥有更高的控场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只有当你读懂了紧张的正面意义，让自己在某些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那么你才不会那么紧张。逃避紧张会让你停止成长。
因为害怕自己紧张，你就会放弃尝试做很多事情，那么你能选择的权利也就会变得更少。紧张不同于其他负面情绪，换一个思维就能走出来。它需要你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升自我，这样才能真正让自己在一些应用场景里表现得淡定自若。失望，逼自己独立和坚强。人的失望都是源于对外界的期待，但有时候降低期待还是会感受到失望。那么，你就要彻底让自己独立起来，完全不依靠外界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社会环境，如果你不能读懂失望的正面意思，那么你只会让自己不断地去体会失望。失望的情绪是很难逃避的，也不像紧张那样，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忽略它。它无法逃避，也无法用任何方法去克制以及抵触。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把希望寄托于外界的一切。如果你对自己失望，那么你就要学会坚强。有些人给自己安排了每天要学习的内容，但是慵懒的习惯让自己无法做到原先设定的要求。实际上，这就是软弱的表现。你不要去对抗负面情绪，但是一定要去对抗舒适感。这需要你逼迫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以上这些的案例并没有包含全部的情况，人的负面情绪会在不同的情景中产生。那么，面对更多情况，又如何能让自己找到这其中的正面意义呢？让自己跟着以下的思维逻辑走，便能让自己在负面情绪中找到正面意义的钥匙。一、感受自己的负面情绪，让自己清楚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不要用痛苦这个词来表达，这太模糊了。你要知道自己现在是失望、是愤怒还是悲伤，一定要找一个确切的情绪词汇。找到自己负面情绪的根源，你为什么而感到悲伤或失望？三、想一想现在的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或者想要什么。四、判断一下自己的负面情绪能让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吗？五、在负面情绪里找一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负面情绪。六、付诸行动。第3章，定制自己的情绪处方。给自己定制情绪处方，并不是为了治疗自己的负面情绪。要知道，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读懂自己的负面情绪，会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你想要让自己更瘦一点，因为你喜欢拥有好身材的自己，但是你的行动却让自己成为一个胖子。你想要在工作上更勤奋努力一些，因为你喜欢拥有良好事业的自己，但是你的行动却让你成了一个事业平平的人。你想要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更有智慧一些，因为你喜欢拥有高情商的自己，但是你的行动却让你成为一个总是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每次定好各种目标，给自己打好鸡血，但是一付诸行动就会被自己的负面情绪绑架，最后导致放弃。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你被负面情绪牢牢绑住了。情绪的产生在很多时候都是随机的，因为人的大脑一直在运转着，思绪总是在不断的产生和消失，同样情绪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在意自己的情绪，在意自己当下的感受，用更客观、更理性的态度去应对它，那么很快你就能走出情绪的低谷，让负面情绪成为你前进的燃料。本章将介绍8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让你更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从而更加熟练地应对自己的情绪。在这8个方法里面，建议你至少选择3个办法来作为日常训练手段。每一个习惯的养成至少需要3个月，而真正拥有一个习惯则需要256天。因此，建议你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也就是对自己而言最容易做到的方法。只有越容易做到，才能坚持做下去。方法1，每天定时记录自己的情绪。前文中曾多次提到，情绪是会流动的，
它会随着自身的思维和身体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很多情绪都是琢磨不定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会刻意去放大自己的情绪。比如，当自己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总是想寻找发泄口，因为你将负面情绪看得太重要了。你觉得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你才能继续生活下去，否则你就会感受到痛苦。但是，如果你不认为负面情绪是一种问题，那么你也就不会太把它当回事儿。这也是人的本能反应。在心理学上，我们总是对未知的事情感受到害怕、警惕，对已知的事物则会选择忽视。定时记录自己的情绪，你就会发现情绪的奥秘。你可以把这一项工作当作是一种游戏，或者是一项试验去做。你可以设置这个实验的周期为7天或14天。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充分感受到情绪的流动。每个人的情绪流动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有迹可循，也可能毫无章法。但是这些情绪构成了你思维的一部分，你只有以尽可能高的视角去观察自己，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就像我们常说，别人看待你和你自己看待自己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准备以下几样东西：纸张和笔，或手机备忘录，也可以选用冰箱备忘贴。以下3种选择，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要选择对自己而言最为简单且操作性最强的。此外，这项实验需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反复操作，比如，当你完成这一次实验后，你可以间隔3个月或6个月再进行实验操作，然后进行比对，从而发现自己的变化。唯有让自己切身体会这些变化，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些变化。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实验当中。为了更好地进行记录，我们可以将情绪用2种方式进行表达。第一种，数字形式。你可以把情绪分成数字1到9，以数字5为平静状态，6至9作为开心的状态。数字越大，代表内心越喜悦，相反，1到4作为不开心的状态。数字越小，则表示内心的痛苦程度越高。如果你选择这种形式，那么你必须得清楚自己情绪的能量级别，即感受的深刻程度。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有利于之后的对照实验，在往后的实验中，你可以更加清晰地去分析自己的情绪曲线。第二种，文字形式，以简单的文字描述来记录自己的感受状态。你可以写得更具体一些，比如进行情绪叠加，如紧张加开心、恐惧加焦虑、平静加无感、平静加愉悦等。如果你选择这种方式，你可以在每次的实验中找到回忆的乐趣，同时你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更喜欢哪一种状态下的自己，和讨厌哪一种状态下的自己。每个人对感觉的喜好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紧张加刺激的感觉，有些人则喜欢平静加愉悦的感觉。根据自己不同的感觉喜好，你可以更加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职业方向以及人生目标。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选择第2种形式进行记录，因为大部分的人在没有经过一定的思维训练之前，对情绪的感受程度是不敏感的，也就是对情绪的程度感受会不断变化标准，或者对标准模糊不清，造成实验的不准确性。建议你经过几次文字记录实验，能够分清楚自己的感受后，再选择第1种的数字记录方式，让你在情绪的流动中更容易找到平衡感。接下来就要选择5个以上的时间进行记录。为了让自己更加方便地进行实验记录，我给出以下几个时间点，你可以在这其中任意选择5个时间。第1个时间，早上睁开眼睛时；第2个时间，早晨洗漱完毕后或吃早餐时；第3个时间，早上10点到11点左右开始工作时；第4个时间，中午吃饭时；第5个时间，晚上下班前；第6个时间，晚餐前后；第7个时间，晚上10点左右；第8个时间，休息前。当然，
如果你觉得在刻意的时间记录对你来说实在太麻烦，那么你只需在一天中随机记录5个不同时间的感受，只要时间间隔在30分钟以上就可以。接下来就需要你亲自来记录数据了。为了保持实验的客观准确，请你务必真实的去记录自己的感受。不用记录自己此刻在做什么，也不用记录周边的环境是什么，你只要客观记录此刻的心情或感受是怎样的就可以。因为在别人看待你的时候，他不会思考你正在想什么，也不会去思考你正在经历什么，他看到的只是你呈现出来的情绪状态。这个实验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自己每天的外在状态是怎样的。你可能认为自己的情绪不会写在脸上，或者别人感受不到你的情绪，可事实并非如此。当你有了感受以后，你的念头就会触发行动。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但是你周边的人都会看到你在做什么，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因此，累计记录这些数据，你就能清楚观察到自己的状态。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调整，去对抗情绪，只要顺其自然的去记录就可以。当你记录了一定的数据后，再去观察你的记录数据，你就能真正的去了解自己。你不需要刻意去更改任何时间段的状态，记录的时间越长，你越容易找到情绪的平衡感。当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就不太容易去情绪失控。现代人就是太在乎自己的想法，而忽略了自己的行为，会在不知不觉的行为模式里生存，让自己总是处于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日子一天天在过，又不知前进的方向在哪儿，因此迷茫感已经成为现在人的通病。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会让你逐渐走出失重的迷茫感，在生活的细碎里找到平衡的感受。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负面情绪就是一种下坠，也是一种失重的过程。因此，很多人才会急切想要在负面情绪中找到出口，找到办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了解自己的状态处于什么位置。当你看清楚情绪这层神秘的面纱后，自然而然就能找到情绪的平衡感。方法2，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一遇到令自己烦心甚至是痛苦的事情，要么深陷于此，要么就是找发泄的途径。事实上，在前几章中都反复强调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当自己在消极的状态下，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负面的，你只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感受，并在其中越陷越深。但当你把它们写在纸上时，你不仅是作为一个当事人记录员，此外你还是第三方的观察员，而作为旁观者来看待自己时，你就会变得更加客观和理性。心理学家本尼曾做过一项关于写日记的研究实验，参加实验的人必须每天写15分钟的日记，日记的内容是写下自己最痛苦的经历，其中有几项要求：一、描述自己对那段痛苦经历的感受；二、描述自己当时的行为，即自己做了哪些事情；三、事后对此事的分析。研究发现，当实验者们在持续4天记录痛苦的经历后，他们的焦虑开始上升，但到了第6天，实验者们的焦虑度又开始下降了，甚至低于原始的焦虑度，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可见，写日记就是一种有效应对负面情绪的长期手段。实验者们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仅有效地降低了焦虑度，还提高了心理的免疫能力。还有一位研究者也曾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参加实验的人也是每天必须写15分钟的日记，但是不同的是，实验者每天写下的是自己最高兴的经历，并描述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尽可能详尽地写下自己当时的感受。这个实验记录的内容与本尼的实验完全相反，但是研究的结果却是相同的。
实验的参与者们都提高了心理的免疫能力，情绪也变得更加快乐了。这就是写日记的功效。无论你用哪种方式去记录，你不仅是当事人，也是旁观者。你既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内心，又能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自己。如果你只是在脑海里思考这些事情，就只能以单一的角度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而这样的思考方式其实是不全面的。写日记也是一个倾诉的过程，只是这个倾诉者和聆听者都是自己。这不仅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做法，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做法。无论你向谁倾诉，其实没有人可以和你感同身受，因为每个人的思维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即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最后的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你不能企图让别人去理解你，别人不是你，无法做到真正的理解。唯有你自己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所以你只有向内看，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自己，你的情绪才能得到真正的治愈。现在你知道了，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自己情绪的办法。但是要想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每个人对于自己没有的习惯，起初都会产生抗拒的心态，因为这不属于自己本来的生活方式，即便它是好的，是有用的。所以要养成这样的习惯，需要一些方法和过程。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步骤，让自己能够逐步去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一、制定短期计划。可能你会疑惑，为什么是制定短期计划而不是制定长期计划？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长期计划是一件可操作性不高的方式。比如，你计划1年内要读够多少本书或减脂多少斤，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大部分人都很难坚持。没有非常明确的行进路线，计划就会变成空想。要想养成某一个习惯，计划必须落实到每一天里。因此，制定短期可以预见的计划会增加可实施性。2、不要给自己设定写日记的时间和内容。写日记目前并不是你的生活习惯，在你还没有完全拥有这个习惯的时候，尽可能不要给自己设定太多的限制。越多的限制，最后就会导致这件事无法执行。在什么时间写日记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这件事。你可以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里写，写什么内容，写多少字都不重要，甚至你可以就简单写几句话，描述一下自己此时的行为和感受。3、不要被形式主义绑架。你不必给自己特别准备任何东西，你可以今天写在手机里，明天写在纸上，后天写在电脑里。你也不必刻意想着怎么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因为这非常简单。手机和电脑里的日记可以打印出来，你只需要把日期写上，以便自己排下顺序。其实不写在某个特定的本子上，反而不容易产生压力感。尤其当自己看到一本厚厚的空白本子，就会不自觉地想象要写多久才能写完这本本子。而一旦有了这一想法，就会让自己产生恐惧感。为了让自己养成这一习惯，就要摒弃所有可能让自己产生的压力、恐惧、厌烦等负面情绪行为的做法，即抛弃所有的形式主义。最后，不断重复以上3个步骤，不要告诉自己这是必须养成的一个习惯，你只要把它当作短期计划去执行即可。即使有时候不经意间会偶尔中断，即某天完成不了这个事情，也不要过度担心，重新制定计划，不断的去执行这件事即可。一件事件持续做便是习惯，一旦不做了，就不再是习惯。方法3，通过阅读提升思想维度。如果写作是倾诉，那么阅读就是倾听。倾诉很重要，它是释放负能量的一种方式，而倾听更重要，它能够提高我们的思想维度。小时候遇到的问题放在今天来看，你会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比如小时候你会因为丢了一块橡皮而生气一整天，可如今你会觉得失去一块橡皮
比起失去工作、失去家人，根本不值得生气。但是小时候却想不到这些，这就是思想的维度不同。提高自己的思想维度，可以让人摆脱生活的琐碎。当你的视角不再是厨房里的柴米油盐，不再是公司里的明争暗斗，你会感觉豁然开朗。当你把问题看成问题时，那么它就是一个问题。而如果你不把问题看成问题，它便不再是一个问题。拓宽我们视野和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通过读书，你可以去了解大千世界，而这些不同维度的信息会大大拓宽大脑信息处理的运算模式，即面对同一个问题，你会产生多维度和高层次的思考。人类靠认知来认识世界，所以要想不被负面情绪所绑架，就要让自己的大脑换一个运算方式。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进行大量阅读，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每个人自出生以来就和自己的思维共存，我们依托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且习惯了自己的思维方式，而读书就相当于让自己的思维和别人的思维进行交叠，或者是容纳别人的思维模式。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交叠会令他们感到不适应、不习惯，因此一看到书就会头疼，就会感受到恐惧。这就是倾诉容易，而倾听难。接下来就介绍一个最实用的读书方法，做阅读摘记。你需要根据以下步骤去准备一些东西和一些特定的环境。它和写日记不同，日记可以随时随地记录，而摘记则需要你单独为它腾出一定的时间。你可以把这件事想象成一位老友每天定时给你打电话倾诉，你需要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所说的内容，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的思想。一、设定时间。初期建议你把时间设定在10至15分钟，一开始最长不要超过20分钟，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里进行阅读，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2、选择书籍。在你还没有养成阅读习惯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一些特别厚的文学作品，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压力和恐惧。早期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最感兴趣的且比较薄的书籍，可以是杂志、报纸或者是散文集。不要给自己设定应该看什么书，不要把看书作为一件特别功利性的事情。假如你是一名保险业务员，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应该看一些金融类书籍，而认为其他类书籍是对自己没有用的，于是就不看。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想要真正提高自己的视野和思维的通透性，就要多维度看待问题。这就要求你去读方方面面的反映人类文明的优秀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思维高度和人文素养。3、边阅读边摘记。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很多人根本看不进去，看完一整页就觉得很费劲。那么做摘记可以帮助你有效阅读。如何做摘记呢？有2个方法你可以参考。1、选择一段让你受到触动的句子或者段落抄下来。2、选择需要反复铭记的观点摘抄下来。人的衰老不仅仅是外形上，更是内心上的。当一个人不愿再聆听世界，不愿再接受新事物时，他就走向一个闭塞且黑暗的地方。当你的世界只有你一人时，你便会不断放大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即扩大负面情绪的感受力，那么你便会陷入情绪的沼泽里，无法自拔。方法4、学会静思。大脑的重量仅占体重的 2% 左右，但是所消耗的能量却占人体能量总消耗的 20%。 因此现代很多脑力工作者常常会觉得很累，而大脑的疲劳会优先于身体的疲劳，即大脑的疲劳感会让人感受更深。脑部的疲劳和肉体上的劳累有根本性的差异，无论你怎么让身体进行休息，大脑的疲劳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疲劳的大脑总会让人不禁感受到无奈、压力、焦虑等情绪。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也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就是感觉不开心，那么这时候你就要试一试下面要介绍的方法——静思。这里的静思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冥想，这是一种被称为超觉静思法的放松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大脑得到深度休息。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都曾经对超觉静思法进行过生理学研究，这类实验和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它能使人体的脑电波平稳，减少能量消耗，降低血液中的乳酸浓度。乳酸被认为是血液中的疲劳素，是人疲劳的根源。长期养成静思的习惯，会让人心平气和，头脑清楚。超觉静思法整个过程只需要3分钟左右，虽然时间上很短，但是每个步骤都需要你全心全意配合才能产生功效。步骤1：调整身体，盘腿而坐，保持背部挺直。步骤2：调息2至3分钟。1: 闭上双眼，不要紧闭，保持眼皮遮住眼球即可。2: 腹式呼吸，用鼻子深深吸气，缓慢且深长，让空气充满整个鼻腔进入大脑，停留短暂的1至3秒后，缓慢的再将所有的废气通通排出排尽。刚开始做的时候，可以1分钟呼吸10几次，而随着呼吸的深入，可以尝试着逐渐减少到1分钟5到6次呼吸。3: 数次数，在吸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默默地数一下次数，不要发出声音，在心里数即可。步骤3：默念真言，非必要可选择。你可以试着默念一些鼓励自己的话语，比如加油，你能行等鼓励自己的话术，也可以以第3人称说一些安慰自己的话语。定时进行超觉静思法，一段时间后，你的大脑会感到更轻松。越是简单的事情，坚持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它太过简单了，简单到很多人都记不起来要去执行这件事。接下来的一些办法可以增加这件事的仪式感，让自己能够时刻想起来执行这件事。技巧1：设定闹钟，推荐2个设定闹钟的时间点，一个是早上醒来后，一个是晚上睡觉前。技巧2：特定的手势，为了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想起来执行静思，你可以选择一些首饰戴在身上，比如手表、戒指、手链等。选择其中一个手势，然后告诉自己这个是静思法的按钮。看到它或者触碰它的时候，就要开始执行静思这件事。技巧3：喝水。我们每天都要喝水，但是如果你把水附带上意义，比如水等于思考，水等于休息，因此当你喝水的时候，你就要有意识地告诉自己可以试着静思一下，让大脑进行短暂的放松，这并不耽误时间，反而会提高你接下来的做事效率。当你逐渐养成静思的习惯后，你可以试着把静思的时间稍稍拉长，从原先的3至5分钟加长到10至15分钟，但这个加长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方法5：心理暗示。有一些消极情绪会突然出现，比如你提前规划好了周末的安排，但你突然就是不想起床，不想做任何事，或者暗示自己时间还早，晚1个小时起来也无妨。最后不断的拖延，直到一整天都过去了，原本给自己安排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完成，此时心中后悔莫及，又是懊恼又是气馁。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非常熟悉？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但长此以往，我们内心就会彻底放弃做这件事，并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人，并对自己感到失望。这就是一种消极心理暗示，它会误导你的思维，致使你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我们来看一个心理实验。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汉恩博士招募了8位正常人来假扮精神病人，
他们之中有研究生、画家、家庭主妇以及医生。随后这8个人被安排进同一所精神病院。博士告诉医护人员，这8个人有严重的妄想症。医院里所有人都知道新住进来8个精神病人，但这8个人实际上在医院表现得十分正常，他们身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但在诊断书的证明下，没有医护人员认为他们是正常人。当他们陆续向医护人员提出要出院时，医护人员反而认为他们的病情在不断加剧，妄想症越来越严重。有些医护人员甚至发明了一些精神病学上的新术语来描述他们的病情。他们之间的闲谈以及其他举动都被医护人员认为是异常行为。在实验中，医护人员的心里已经认为这8个人是精神病人，因此在他们的眼中，这8个人的一切行为都会被认定为是精神病患者的异常行为。事实上，当一个人给自己设定了某些心理暗示的标签后，他的思想和行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贴合自己设定的标签。如果你想让自己更好地掌控自己，用理智去驾驭情感，让自己感觉到舒服，也让别人感受到轻松，那么积极的心理暗示，也就是给自己贴上正面标签，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和一个受欢迎的人。接下来是你需要牢记的3个心理暗示的规律，这些规律会帮助你更好地实施心理暗示。规律1：重复。经常重复一个想法，它就会变成你的一个信念，而信念会让你心想事成，美梦成真。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的秘诀就是重复你的想法。一句话反复说，一个念头反复出现，它就会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你的信念会驱动你的身体去完成这件事。有些人因为自己没有执行力而感到失望，其实他们不明白执行力不过是身体的一个程序，关键的核心在于信念这台发动机。你必须先有了发动机，才会有动力进行执行。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用最简单的话语去描述你的想法或念头，越简单越好，这样重复起来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例如，你的想法是我会成为一名职业插画师，那么你可以试着把这个想法缩短至3个最重要的字：插画师。每天心里都默念插画师这3个字，不要考虑自己的现状，不用在意自己的年龄，也不用在意自己是否有绘画基础，你只要保证自己有这个信念即可。每天重复的去暗示自己，并且充分相信自己的信念，让你的信念成为一台发动机，它会驱使你的身体去完成这件事。规律2：内模拟。人的表情和行为会随着他的感受而变化，即当你感觉快乐的时候，你的表情就会不自觉显露出你是高兴的，而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表现出消极的状态。你可以试着在与人沟通之前进行内模拟训练，即在沟通中想象别人是高兴的、理解的、平静的，而自己又是满意的、喜悦的。你需要去想象这样的感受，并且拉长这种感受的时间，使自己能够记住这种感受。在你正式沟通的时候，也许别人的话语会让你感觉不愉快，那么你就要开始迅速回忆之前模拟的感受，尽量让自己回归到之前你所模拟的感受中，而不是被当下的不愉快所牵制住。规律3：替换。心理学家发现，我们的潜意识在同一时间内只能主导一种感觉，即当下如果你的潜意识告诉你我做不到，那么你此刻只会感受到消极的情绪，而消极的情绪会导致你做出一些与你期望相反的行动。因此，及时替换当下的潜意识尤为重要。当你的潜意识被替换掉后，你的行为就会发生更改。例如，你在某个时刻的感觉是我做不到这件事，你也听到了你内心的声音，然而要更改这个声音，你得综合上面2个规律来替代这个消极的潜意识。首先，你要做的是用简短的话语来描述积极的潜意识，
例如我可以，然后重复再重复10遍、20遍，甚至上百遍，直到你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然后进行规律2的操作。内模拟你的感受，你可以想象自己做成了这件事后的感受和心情，不断让自己加深这样的感觉。当你充分相信了自己的感受后，消极的潜意识就会被替代掉。当发动机被正确启动，程序就会促使行动走向你所期望的那样。除了以上3个规律，你还需要一些辅助的小道具来帮你执行潜意识的命令。道具1：图片。你需要把你的信念和内模拟的场景用图片的形式打印下来，贴在你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例如，你希望自己是开心的、快乐的，那么你就要选一张自己在笑的图片，或者让你感觉特别开心的图片。这些图片会加深你的感受，尤其当你在执行自己的计划时出现的气馁、焦虑、痛苦等情绪，图片会帮助你驾驭情绪，从而转换你的思维模式。道具2：文字。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你可能注意不到这些图片，那么文字就可以帮助你瞬间理清楚自己的思维。你可以买一些便签条，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在便签条上，比如冷静、平静、耐心等。最好多写几张贴在电脑显示器上以及办公桌上，让你能随时看到这些文字。道具3：礼物。礼物会让自己有成就感，并且能进一步加深自己的信念。比如，当你想要发脾气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帮你纠正了这种行为，那么事后你必须要给自己一点小奖励。这不仅意味着你成功地做到了这件事，更是让你的信念也获得了成功的感觉。方法6：打开思维，向世界学习。大多数人都认为学习就是读书，就是为了获得知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读书是学习的一种途径，但不是全部的途径。很多企业家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却比很多高学历的人更有见识。这并非是知识无用，而是获取知识的手段并非单靠读书。否则人的思考维度就是单一的、片面的。只有越深刻地了解这个世界，你才能活得更自由。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前几节的方法都仅针对当下即时的负面情绪，它们就如同感冒药一样，只能够帮助你缓解感冒的症状，并不能从机体上提高免疫力。如果不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么你还是会经常感冒。你要做的不仅是应对负面情绪，治愈一场感冒，而是要从机体本身出发，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那么你要做的是打开自己的所有感知系统，去接受并学习这个世界的一切。当你从心底里接受向世界学习这一观念后，世界就会成为你的图书馆。接下来就给读者提供一些方法，让机体逐步打开感知系统。你先不要以有用没用的价值观来评价这些方法，因为你所认为的有用和没用都是基于你目前的认知系统。第一步，谦虚。谦虚是一种美德，但很多人为了让自己外在看起来有修养，就会故作谦虚，实际上内心还是高傲的，拒绝接受外在的一切。那么谦虚对于这些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仅仅是粉饰的外衣。谦虚是一个人是否愿意接受外界事物的开关。当你拒绝了解世界、了解他人时，你就会常常感受到来自于外界的愤怒。你不理解为何世界要与你作对，然而事实是你先与世界隔离开来的。其实世界并没有与任何人作对，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高傲并不会让你更高贵，但是高傲会让你失去本该属于你的东西。以谦虚的心态去了解别人，了解世界，你才能获得多维度的智慧。第二步，尝试去做没做过的事情。思维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而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又会控制思想的产生。
要打破固有的思维习惯，就要从打破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开始。也许你没有发现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你喜欢做的事情是固定的，你认为麻烦的事情也总是固定的，而总是重复相同的动作无法让我们了解更多的外在世界。你必须试着做一些你不曾做过的一些事情，才能获得新的体验和感受。第3步，倾听。倾听别人的心声也是获取别人思考方式的一种。也许你并不能完全认同一个人的观念，也不能理解别人的思维方式，但是倾听会让你了解到他人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尤其当你遇到一些问题时，你便可以模拟不同的思考方式。但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倾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并不是自己不够谦虚，而是自己的思维产生了排异性，即我们去了解与自己认知相同的观点，而对于与自己认知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就会产生抗拒心理。对于多数人来讲，真相不那么重要，获得共鸣和理解更重要。但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的舒适感仅存在于情绪得到理解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情绪就会很容易被他人左右。因此，你必须要让自己摒弃这种舒适感，时刻提醒自己，舒适即危险。倾听他人的思想，并试着去接受它的合理性，虽然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但它能让你更接近世界，更了解他人的想法。我们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是源于不理解这个世界，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做。我们希望别人的行为模式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而这就是核心矛盾的产生点。如果你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不去了解他人的思考方式，那么矛盾只会进一步加剧。改变自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事情，你需要的不仅仅是决心，还有一些办法。你可以将这一节的3个步骤与第3章所提到的其他方法结合使用，定制属于自己的情绪处方。当然，没有一张处方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就像每次感冒都吃同一种感冒药，时间一长，机体就会产生抗药性，原先的效果就会逐渐降低。根据不同的时段，你可以给自己定制不同的情绪处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唯有自己给自己定制的情绪处方才是最有效果的。方法7，定时清理自己的交际圈。人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来源于人际交往，你的上司、同事、家人以及朋友等时刻都在影响着你的情绪。如果你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你会总是忙于应对负面情绪，不断地处理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即将发生的问题。减少一些容易让自己产生负面情绪的人际交往，可以帮助你减少由人际交往引发的负面情绪。把朋友当作人脉，甚至是资源，这本身就是一个狭隘的想法。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交往是在相互帮助和共同进步的基础上产生的。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就不能把重心放在依靠别人身上。一个忙于应酬、忙于交际的人，留给自己的时间就会很少，空闲下来就会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是空虚的。很多的交际活动并不是精神上的交往，而是一群寂寞的人在一起互相打发时间。彼此之间不仅没有获得任何提升，反而精神世界在不断倒退。没有相互的鼓励，只有相互的吐槽和抱怨；没有相互的支持，只有相互炫耀和挖苦。试想在这样一个人际交往的环境中，人的精神世界会被不断的刺激和破坏。当负面情绪成为你的常态时，你便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内心的痛苦会逐渐麻木，那么你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情绪是机体调节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个暗号，如果你接受不到这个暗号，或者故意逃避它，你就会离自己的内心越远，从而逐渐成为一个令自己都反感的人。清理自己的交际圈，是给自己提供一个有利于生活和成长的环境。
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你若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去改变它，极其困难。先改变自己，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状态。当你足够好了，你才有能力去影响你的朋友。所以，先暂时让自己处在一个利于自己发展的空间，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致力于自己的成长。对于很多人来说，清理人际关系，不要太注重朋友圈的信息，是较为容易的事情。这些东西本身与自己就没有那么亲近。当然，这些人和事也不会太占用自己的时间，更不会让自己产生较大的情绪波动，甚至有部分人本身就不太爱和不熟的人交往。所以，定时清理自己的交际圈，并不是指清理那些不熟的人，而是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走得非常近的人。和亲近的人不定期的保持一些距离，反而会让你更能看清楚这段关系的本质，也能让自己保持独立的精神状态。定期让自己有一段属于自己成长的时光，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提升自己。第一步，整理出一些时间留给自己。没有人有义务随时随地做你的倾听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你必须抛弃一些功利性的想法，给自己留出时间和空间，让自己能够专注地面对自己的生活。暂时离开自己的交际圈，也是给自己独立成长的机会。尝试独自面对自己的情绪，在独处中你会感受到有些朋友是你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人，而有些朋友即使没有他的存在，你也能过得非常好。第二步，远离一味索取的人。在人际交往中，一段良好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成全的，一味索取也是一种伤害，索取的也许是你的时间、金钱，也许是你的社会关系。在索取的关系中，看似是一方在伤害着另一方，实则是相互伤害。索取者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而被索取者则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怨气。这是一段双方都无法真正成长的关系。有些人喜欢帮助别人，并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喜欢被依赖的感觉，或者想要得到外界的赞美，感觉自己好像掌控了别人的人生。但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被帮助的人实际上并不会产生感恩的心理，相反，这会滋生他内心更多的负面情绪。远离一味向自己索取的人，不仅是在帮助自己避免伤害，也是在给予别人独立成长的机会。没有人会在一段受伤害的关系中能够不产生负面情绪，也没有人能够长期在依赖他人的条件下真正获得快乐。第三步，远离生活消极的人。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会给周边的人带来消极影响，好情绪不一定会影响别人，但是坏情绪一定会。如果不远离生活消极的人，你自己不仅会感受到痛苦与无助，同时你也会让那个充满负能量的人继续释放负面情绪。人们不会对着墙怒吼，但一定会对着人发怒。第四步，远离沉迷于物质享受的人。一个上进的人是不会把时间整天都花在消费和娱乐上的，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把时间都花费在物质享受和娱乐上，就没有时间提高自己的个人价值，也没有时间规划自己的生活，而总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沉迷于此。定期清理自己的交际圈，也是给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在独处的过程中，想一想自己最近都做了哪些事情，见了哪些人。有些人让自己感受到轻松，而有些人则总是让自己烦恼，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勉强继续交往，自己也会暴露不愉快的情绪给对方。不如换一种交往方式，让彼此都有更多的空间。方法8，重新思考。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我们对同一件事的思考和分析是不同的。把思考局限于当下的情绪和当下的情景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因为时间在流动，周围的一切也都在不断变化着。如果你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去重新思考，那么往后的每一天，你将都活在过去的记忆里，而这是非常痛苦的。记忆会随时间的变迁逐渐变得模糊，
终有一天你还是要面对现实，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与其如此，不如早一点进行重新思考。重新思考不仅是为了审视过去，也是为了找寻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或者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让自己产生迷惑，阶段性的重新思考也是为了让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摸清方向，而不总是随波逐流。如果你的行为总是跟着你的负面情绪走，那么你可能会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原地打转。阶段性的重新思考会让你时刻把握住自己人生的大方向，即使在某个时刻感到迷茫了，你也可以及时重新规划路线，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过，在重新思考之前，你需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一，你是否在平静状态下？状态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方向。当你在消极状态下，你的想法会不自觉地朝着错误的方向。如果这时候你的行动听从了你的想法，那么行动的结果必将与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完全相反。研究发现，多数人在情绪激动的状态下做出的选择和行动，常常会令自己后悔莫及。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必须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是否足够平静。有一个简单的测量标准，不需要你去测脉搏或者做心理测试，只需向内观察一下自己目前大脑是否是放松的，即有没有很多的想法和杂念，身体的肌肉是否有紧张的感觉。如果感觉不好，那么不要急于下结论，可以过几天再重新思考，切勿强迫自己立即做出结论。二，你是否已经放下过去，不再耿耿于怀了？在很多心理鼓励会上，导师常常会要求学员重新思考过去令人痛苦的事件，试图让学员换一种思维方式。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你是否已经放下过去了。如果没有，那么你还是会以过去同样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那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去加深痛苦的感受。重新思考的前提必须是你已经不再对那段过往耿耿于怀了，你已经接受了那段过去，否则你无法以平静的状态去重新思考。这就如同你不小心烫伤了手指，在第二天你准备冷静回想这件事的时候，疼痛感会首先出现在你的脑海。感受总是优先于想法，并且会引导想法，迫使想法去接近感受。因此，只有当你的疼痛感完全消失了，你才能客观地去复述这件事。在你还没有治愈好自己的时候，你可以反复参考并使用前几章的方法，让自己缓慢恢复到一个平静和理智的状态。三，你是否准备好了向前走？重新思考意味着你要彻底和那段不愉快的经历告别。也许那段令你伤痛的记忆是珍贵的，但是人不能总活在过去。重新思考也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是否有勇气去承认自己过往错误的思考和行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勇敢的人会在错误中成长，在错误中寻找智慧。每一段令你不舒服的经历，也意味着你有过不恰当的行为。这些行为的不妥之处，也许当时你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想法作为衡量标准。一旦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或理念，我们就会误以为这是别人的错误，于是负面情绪就产生了。如果你准备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更正自己往后的行为，那么你一定会在重新思考的过程中获取智慧。重新思考过去，也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里，我们总是会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即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没有一点错误的行为，一切都是外部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人的世界观都是不一样的，因此面对同一件事，每个人都会产生不同的想法和行为。
选择性的定期思考过去的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你在接下来的人生阶段中避免再犯相同的错误，也可以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根据以下步骤进行思考。一，我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你需要定期停下来想一想，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乐于助人的，还是吝啬的人？是理性的，还是冲动的人？把这些形容词都写下来，越详细越好。如果你暂时想不出，可以选择一个参照物，比如你想成为某个人，你可以观察这个人的优点和特质，然后详细的写下来。二，我过去做了哪些不恰当的行为？有了清晰的参照后，就要回顾一下自己过去的行为有哪些不符合理想中的自己。大多数的消极心态，如焦虑、烦躁、不自信、恐慌等，都是源于对自己的迷茫。当然，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如若一味地放纵自己，你只会离理想的自己越来越远。对比理想中的自己，把过去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写下来，让自己能够清楚地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在所有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事情里，你都是主角。要知道，换一个主角，也许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你实在不清楚自己有哪些行为是不恰当的，那么你可以把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回想一下，并写出来，然后思考一下你的哪些行为会引起矛盾和冲突。三，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可以怎么做？当你完成了前2个步骤，第3步其实是非常容易的。能够承认自己的问题，已经是战胜了自己。我们最终要面对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当你能承认自己的不恰当行为，你就会想到很多处理该问题的方法。此时，你可以在脑海里模拟，或者是把这些处理方法写下来，然后一条一条的去观察和思考。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采用哪些方法会更好？最后把结论记下来，隔段时间再看一看，想一想。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暂时的，时间会让你淡忘它，最终你一定会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但是负面情绪可能会让你做出一些消极的行为，这些行为也许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情绪会伴随人的一生，它有时是积极正面的，有时又是消极负面的。最重要的是，你能在自己跳动的情绪里找到真正的自己，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不要让情绪蒙蔽自己的双眼，不要让情绪指挥自己的行动，你才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情绪。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把偏离轨道的自己拉回来，让自己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最终你才能达到理想中的彼岸。第4章，减少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大脑的信息来源于人的感官以及行为，越多的感官信息就会导致大脑有越多信息需要处理。如果你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处理，那么你的一部分烦恼势必就会来源于此。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处理过多冗余信息，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简化生活就是减少复杂生活给自己造成的情绪压力，这样才能让你更加专注于有意义的事情，去追求生活的本质，而不是形式。拥有太多物品会耗费精力。在互联网商品经济时代，购物变得越来越方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购买到来自全世界的商品，网购成为当代人的乐趣之一。然而这些物品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你可以试着回忆一下网购一件衣服你总共需要花费的时间。首先，在你想买衣服之前，并不是衣柜里没有衣服穿，而是在某个软件上看到了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当然，这个喜欢的感觉是一瞬间的，是无意识的。这里需要强调无意识这一点，因为这个一开始的喜欢并非是你深思熟虑的结果。其次，这个喜欢是你在某个软件上刷了一定的时间才获得的。网购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实际是一个非常消耗精力的过程。
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看去找，才能遇到那个喜欢。因为商品的种类太多太多了，你逛商店的时候，所有的物品都在眼前，一家店里就只有这么多东西，你会很快找到你喜欢的那件。而在网上，物品的选择可谓是无穷无尽，不同的软件、不同的博主、不同的主播会给你推送不同的商品。在这么多的选择里挑选，并不是一件很快的事情。种类越多，比较就会越多，大脑处理的信息越多，得出的结果也就越慢。此外，人对物品极易产生喜新厌旧的感受，在你购买以及等待收获的时间里是喜悦的，但当你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你的新鲜感就会消失。因此，对某个物品的喜欢其实是个假象，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物品前期会花费你大量的时间与金钱，但是当你拥有这些物品后，它们就会开始贬值，直到有一天你会把这些物品给扔掉。即使不扔囤积着，你也不会再次使用。既然这些物品最终的命运是这样的，那么何不从一开始就拒绝购买呢？你还可以把省下来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其实在这个时代里，自由是最容易的，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将来要走的路，为你的目标而努力。但是事实上，人们觉得越来越累，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觉得不自由。人一旦失去自己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后，就会感受到不自由，而人又是向往自由的。不自由的感受会滋生很多的负面情绪，所以你必须要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让自己能够节省出更多自由时间。除了减少购物的时间以外，还要精简物品。越多的物品会占用越多空间，那么你就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整理这些物品。就像人数越多的公司，就需要越多的管理人员，否则公司就会一团糟。而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为了管理好家里的空间，你还得花精力去思考管理制度，要如何归类，哪些物品是常用的，哪些是不常用的，这些你都要花精力去思考。管理制度越完善合理，找东西的时间就会越短，否则东西找不到，家里越找越乱，心情也会越来越糟糕。这些物品不仅会占用家里的空间，其实也会占用你心里的空间。同一类型的物品有太多，你就会每日思考到底优先使用哪个。如果你把很多的精力都花费在了挑选衣服、鞋子、配饰等上面，那么接下来你便会感觉到疲劳，甚至有心无力，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研究发现，人在疲惫的状态下会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明明想要更专注的工作，明明想要好好享受聚会时光，但前面的准备已经耗费了你大量的精力，以至于你无法以轻松的状态去面对。好的精神状态可以使学习或工作效率更高，充足的精力能让你在聚会中展现出自信的魅力。减少自己的物品，实际上就是在积蓄自己的精力，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致力于自己成长的事情上，人生才会走得越来越顺畅。人一旦没有了自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就会感到时间过得飞快，忙忙碌碌生活着，却又什么都没做成。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去感受，就不难发现，深层次的负面情绪都来源于不满意自己。如果你把时间都花费在自己身上，你会看得见自己的成长，并为此而感受到喜悦。空间自由即精神自由。人们一般认为，在大的空间下，内心更容易感受到平静，而在狭小的空间里，则会感受到压抑。实际上，这是人们对空间定义的误解。空间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不能单从面积上来定义。试想一下，自己在挤满人群的超大体育馆里学习，周围有一大片的同学挨坐在一起，还有拥挤的课桌椅，周围一点点的响动都会影响到你。你的眼睛、耳朵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周围环境的信息输入。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如何能集中注意力呢？相比之下，如果在一个明亮的小空间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周围只有白墙，没有任何装饰品，房间里只有一张桌椅，
也没有网络，那么在没有任何干扰信息的环境里，你会更容易进入学习状态。可见，人在越少的干扰下获得的空间就会越大。其实，无论你住在多大的房子里，你的身体感应的范围是有限的。比如说，当你在客厅的时候，你接收到的感官信息只能来自于客厅的环境，你看不到卧室的被子，也看不见厨房里的碗筷。但如果客厅里的杂物堆积如山，即便客厅面积很大，你依然会感受到拥挤。而空间上的不自由就会导致精神上的不自由。人的想象是无限的，但人的脑容量是有限的。如果大脑里的空间都被周边杂乱的信息占用了，你便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做好某件事情。想做好却又做不好，压力和焦虑的情绪就会找上你。现代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却总会被情绪所绑架。换句话说，就是想做这件事，但没有心情去做这件事。明明安排好了每天下班后要学习4小时，但是就是提不起精神去做这件事。一方面是精神上的疲劳，另一方面是家里的干扰信息要远远多于公司、图书馆或自修室。舒服的床和沙发会让你产生睡意，厨房和冰箱又会激发你的食欲。总之，家里的环境会时刻勾起你除了工作和学习以外的其他念想。想让自己静下心来，就得给自己创造一些更有利于自己专心的环境。其实，除了学习和工作需要专心，生活也需要专心。在这快节奏的城市里，慢生活成为多数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而慢生活并不一定要归野山林，外在的环境不过是一种形式。慢生活的核心是专心生活，认真的吃饭，认真的睡觉，认真的去做好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生活就会慢下来。选择速食外卖作为饮食，你便体会不到做饭的乐趣；吃饭的时候看着电视剧，你便品味不到食物的香气与滋味；躺在床上的时候刷着手机，你便不能感受到缓慢和平静入睡带来的安宁。没有空间去认真生活，也就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人最压抑的时候，不是在独处的时候，而是在人群中；人最焦虑的时候，不是在空闲的时候，而是淹没在信息中。没有空间的生活，精神也就得不到自由和释放。你可以试着把情绪想象成一块海绵，如果你用力去挤压海绵，它就会变形。长期的压迫会使它失去弹性，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海绵需要适当的空间才能保持自己的弹性，而人的精神也需要空间。除了减少感官信息刺激以外，还要减少太满当的行动。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时间每天都被安排得很满，每个小时应该做什么都被规定得很详细，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被安排得非常固定，那么一天之中，你的情绪都会处在紧张状态中。不同场合的行为举动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感受自己的情绪，没有空间去调整自己的情绪，那么他们就会全部挤压在一起，通过下一个行动来释放。举个例子，上午你在进行一个项目会议，但在会议中由于自己一些言语失误，致使场面很尴尬。于是你陷入深深的懊恼和自责中。会议结束，马上又要进行下一项工作，但是此时你还没有调整好心情，那么在下一个行动中，你会不自觉地去释放一些负面情绪，导致下一项工作可能也没有做好。这就是负面情绪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要让自己保持一定的空间自由，你需要从多个维度给自己创造环境。以下是总结的一些要点：减少视觉刺激。当你想要专心致志地去学习、工作时，就要减少不相干的东西出现在视觉范围内。例如，尽量让自己的书桌干净、整齐，避免堆放太多的杂物和摆件。创造安静的环境。有些人习惯在学习的时候放一些音乐，但音乐会影响一个人思考的专注力，从而扰乱思考的节奏。如果想要在大环境中让自己不受干扰，
耳塞比耳机更合适。认真生活，把时间真正留给生活，你才能在纷扰的世界里感受到宁静。认真吃饭，吃健康的食物，在该睡觉的时候认真睡觉。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都市高楼也可以称为世外桃源，这完全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留出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留出更多时间，让自己尽量处于轻松的状态。比如，做自媒体工作的人，同样是写一篇2000字的网文，给自己2小时和给自己4小时时间进行创作，其过程和结果肯定是不同的。2小时，你就要思考如何在有效时间内凑满字数，而4小时，你会把时间进行分割，先让自己思考，然后查找资料，最后再去写。2小时的时间里，你会感受到紧张和压力，而4小时的时间里，你会处于较轻松的状态中创作。这并不是拖延，而是多给自己一些空间，让自己在轻松且有思考的条件下更好地去完成一件事。拖延则是指将一件事尽可能地往后延迟，越拖延，时间就越会被挤压，那么压力也就越大。有选择就会创造困难。从理论上来讲，选择越多，人越能做出理性的判断。然而事实是，人的行为不完全由你决定，很多因素会导致你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甚至在选择越多的情况下，人就会产生越多的烦恼。举个常见的例子，在你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旁边的手机响，你就要选择到底是看还是不看。看了可能会睡不着，不看的话，好奇心会让你产生焦虑。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另外，睡觉的时候旁边有手机，也是给自己创造了选择的机会。睡不着就会想着要不要看一眼，结果看着看着就又熬夜了。其实，在工作上也类似，给客户提供的方案越多，客户就会产生更多的疑问和选择焦虑，从而导致项目拖延或根本成交不了。因为人在面对有选择的情况时，看似好像是自由了，但其实大脑需要处理的信息更多了，需要比较更多的因素，考量更多的问题。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人就会感受到有选择带来的一些麻烦。过程体验感越不舒服，人就越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就像很多做自媒体工作的人，宁可租用公共办公室，也不愿意在家办公，因为在家有很多选择，可以做不同的事情，而在这些选择中，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就会越低。自律不是自虐，自律是给自己创造条件，让自己顺着一定的规律，达到一定的目的。自律是自然而然可以做到某件事情，而自虐会让人精神感到极大痛苦。即便你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从长期考量，自虐根本无法让人坚持下去。越自律越自由，越自虐越痛苦。想要达到自律的效果，就要给自己创造没有选择的条件，既让自己剥离有选择的环境，过简单的生活。简单生活可以帮助你完成许多你曾经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控制体重。良好的体态会让人感受到轻松和愉悦，而肥胖臃肿的身材不仅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还会令自己常常感受到不自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减肥的行列，但是大多数人无论怎么减都瘦不下来，或者在短时间内瘦下来后又会快速反弹回去。要想成功控制体重，你就需要给自己创造无法获得这些事物的条件。一、卸载掉所有可以叫外卖的软件。二、行走中远离餐厅和超市。三、家里不要堆放太多的食物。四、不买速食产品。人都是害怕麻烦的，之所以总是叫外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方便。如果你将这些方便变成了不方便，那你就会在选择的时候远离这些不方便的行为。
吃最简单的食物，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便能减少高热量的摄入，身体就会顺其自然地保持良好的状态，心情也会获得长效的愉悦。节省开支，能让人感受到压力的原因之一，必定和金钱有关。没有物质基础，就无法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剥离物质基础，单纯从情绪出发，寻找负面情绪的解决方法，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人的很多消极感受都是源于没有保障的物质生活，而现代人又容易在物质欲望中迷失自我。但实际上，这些物质欲望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些物质都被商家注入了神话般的故事。你追求的到底是物质本身，还是由神话故事带来的感觉？实际上你自己也说不清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远离这些神话故事，卸载会让你产生购物欲的软件，尝试过最简单的生活，感受物质本来的面目。简单的生活不需要去购买很多东西，只需要最基础的生活用品。同一类型和功能的产品只购买一个足矣。使用频率极低的物品可以买二手的，或者买便宜的。给自己创造简单生活的环境，可以节省出很多的开支。虽然短时间内你可能感受不到储蓄的力量，但是积少成多，长时间积攒后，你便能感受到复利的力量。减少开支就是增加收入，促使你将来有能力去做更大的事情，而不是被眼前的物质诱惑牵绊住前进的步伐。减少浮躁的情绪。为什么你静不下心来做一件事？为什么当你准备认真做事的时候，却又不知不觉地去做了其他事情？原因很简单，当你面前有许多选择的时候，你的意识和行动可能就不受理智控制，而会跟着感觉走，而感觉又来源于情绪，所以不是你不想这样做，而是你总是被情绪绑架。过简单的生活，就要摒弃让自己产生行动选择的条件。首先，你需要把自己的居住环境打扫干净，其次，把居住区的功能划分清楚。卧室就是睡觉的地方，与睡觉无相干的东西都要通通拿走。床上只有枕头、被子等，不要把电子产品放在床上。其他区域都要按照功能划分整理，保证每个区域里只能做一件事。例如，书房只是书房，不是餐厅，也不是卧室。把空间理顺了，行为就能跟上节奏。在一个时间或空间里只做一件事情，行为的节奏就不会被打乱，从而也就不容易产生浮躁的情绪。以上列举出的一些方法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实际生活中有太多选择性的细节，而这些选择的瞬间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有时候你明明计划在做这件事，然而被某个情绪打断，就去做了另一件事，所以你必须时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偏离了轨道，那么以下方法可以帮助你回到正轨。一、回忆时间，回想自己前面在做什么，而现在你又在做什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感受到问题，了解自己此刻已经被情绪所绑架了。二、感受情绪，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已经被打断后，不要急于去抵抗这种情绪，这只会让你感受到痛苦在加深。越挣扎，情绪就会被挤压得越厉害，也就难以挣脱。此刻你只需要沉淀下来，去体会当下的感受，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三、即刻切断此刻的选择。人在激动的状态下很难做出正确的行为，因此当自己平静下来后，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现在的行为，抛开任何杂念，即刻停止现在的行为。四、清除干扰条件。但凡自己的意识被打乱，必定是因为有了选择的条件，可能是视觉上的，也可能是听觉上的。总之，有个干扰条件的存在。因此，为了让自己尽快恢复理智，你需要再次清理干扰条件，或者让自己远离这个干扰因素。
我们试想，一个实验模型在笔直的火车轨道上增加一条路线，当小火车行驶到分岔路口，它就得进行选择，而一旦选择错误，它可能无法准确到达最终设定的目的地。而如果只有一条路线，它便能顺其自然地到达目的地。所谓的自律也是如此。想让生活变得更自律，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那么你就要铲除生活中太多的选择题，开启新的生活。简单生活会给我们带来诸多好处，但简单生活并不是立刻就能拥有和习惯的，这需要你付出实际行动。当你下定决心去拥有简单生活的时候，你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因为这些行动并不需要你去刻意练习才能完成，这些方法都很简单，人人都可以做到。要下定决心去执行这些事情，可能你还需要再给自己做一些思想工作，比如给自己进行一场心灵对话，去连接自己的潜意识。临床心理学家杰森·莫瑟将这一行为称为自我对话。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大量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对话，我们的脑海中都会有一个声音，有时候它只存在于内心，有时候我们会脱口而出。可以认为，自我对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在发声。弗洛伊德认为，我们难以察觉潜意识的存在，但是潜意识却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因此，通过自我对话连接潜意识，可以帮助你找到内心渴望的生活状态。我们的行为常常会被当下的感受所控制，或者说是被情绪操控。而自我对话可以帮你找到你的潜意识层面，激发你内心的渴望，执行你真正想要的行为。接下来，你可以顺着问题来进行自我问答，不需要完全念出声音来，你只要默默地把答案告诉自己就可以。回答的越详细越好，并在回答的过程中记住这些感觉。一，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二，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有哪些？三，换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离你的目标更近，你愿意尝试吗？四，想象一下你完成目标后的心情和感受。在你还没有习惯做自我对话的时候，可以采用上面的步骤问法。在对话中，你也可以尝试更改或增加问题，或者把问题问得更详细一些。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自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潜意识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举动在多数的情况下并不受自己意识的控制，当下的感觉或者外界的环境都会时刻影响到你的行为。要找准方向，做正确的事情，就要去感受自己的情绪。但情绪也分表象和里象，简化生活方式就是帮助你去掉浮躁且表象的外在情绪。在简单生活的状态下，你能更接近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你的内在情绪其实就是你人生道路中的指南针。当你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消极和负面的情绪时，就说明你的方向走错了，你需要及时去调整你的行为和想法。而快节奏以及浮躁的生活状态会让你总是手忙脚乱地去处理自己表象的负面情绪，以至于数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完全不能由自己掌控。好在人生是一场没有起点的马拉松，你可以不断重新选择你的起点和方向，在任何时候开启新的生活，只要你想清楚并且下定决心去改变。做好心理准备后，就要开始执行简化生活的步骤。这些步骤人人都可以做到，不需要有心理负担，也不用想太多。不要让当下的想法绑住自己的行动。策略一，整理自己的物品。现代人们的生活相比过去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资源短缺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物品的整理。家居整理这个概念也是近年来出现的。过多的物品已经困扰到许多人的生活，为此，社会上还诞生了许多新型职业，如衣橱整理师。
专门聘请职业整理师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现实。除了考虑到费用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那就是别人是否能按照你的生活习惯去整理你的东西。虽然空间是干净整洁了，但是找东西就会成为下一个麻烦事。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需求和习惯，所以你自己亲自去整理东西，不仅能高效且快速地完成这件事。此外，在整理的过程中，你还能去思考自己的生活模式。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自己真的能做到高效整理吗？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方法正确了，整理就会变得轻松简单，按照步骤顺序去执行。在执行中，你会理清自己的思维，会更加理解前几章所提到的应对负面情绪的一些概念和技巧。一、列清单。没有思考的行动是盲目行动，而在有规划的前提下，行动会变得非常简单。所以，请你先不要着急去整理东西，而要先搞清楚自己需要哪些东西。给自己准备一个笔记本，用不同的页面将不同的房间先分隔出来。例如，这一页是关于厨房的清单，那么请你将厨房里需要的东西按照功能进行区域的划分，再根据不同的区域来回忆你所需要的东西和数量。对于自己的衣物，你可以按照季节进行划分，例如夏天的衣服你需要几件，或者冬天的衣服需要几件等。二、通知家人。如果你不是一个人独居，那么你需要通知一下你的家人，解释清楚你的目的，以便得到他们的尊重。另外，你最好恳请他们一起协助你完成列清单，毕竟有许多公共区域可能是你家人常用的。三、规定各区域的整理时间。根据清单上所列出的各个区域的东西，你应该不难看出哪些区域是比较容易整理的，而哪些区域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根据不同房间或者不同区域的划分，你需要在上面标注一些拟定时间。建议以5分钟为一个单位，最大区域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即以5分钟、10分钟、15分钟和20分钟为拟定时间进行标注。如果你认为整理某个区域需要超过20分钟，那么请你将此区域进行再分割。例如卧室可能20分钟整理不完，那么把衣橱、书桌进行区域分割，即衣橱20分钟，书桌5分钟。4. 将物品进行分类。建议你将物品分成3类：一、常用的；二、不常用，但是以后会用；三、以后也不会用。把常用的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把第2类的东西收纳进塑料收纳箱，然后贴上便签条。第3类用纸箱或袋子装好，以便后续扔掉或者捐赠。5. 决定整理的顺序。由于需要整理的地方有很多，可能会耗费很多时间，因此你需要提前安排好整理的顺序，以便后续更有条理地去执行。6. 设定计时器。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执行了。根据列表上的议定时间，在行动开始之前，用计时器设定好时间，这也是为了训练自己在整理的过程中培养时间观念。在执行的过程中，尽量让自己在拟定的时间内完成，越拖拉越容易产生很多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会影响到你下一次执行整理工作的状态。7. 培养习惯。你不需要1天之内把所有的房间全部整理干净，你可以逐步进行这项任务。例如，每天花费20分钟，超时的任务可以放到下午、晚上或者第2天去完成。这也是让自己逐渐养成整理习惯的办法。每天整理一片区域，不要让自己一下子感觉太累，因为大脑会自动将这些累的感受与行动联系起来，导致你下意识地认为整理是一件麻烦事。只有越轻松越顺畅地去完成这项工作，你才不会把这件事当作负担去处理，那么后续也会更容易让自己养成整理的习惯。8. 奖励自己。每完成一次任务，你一定要学会奖励自己，这样你的意识会认为你正在做对的事情，
那么下一次当你行动的时候，你会更容易进入执行状态。完成全部的整理行动后，不要把清单扔掉。一方面，清单可以时刻提醒你不要购置太多的东西，你已经拥有了很多。另一方面，保存清单可以协助你时刻保持家里的整洁。建议你每隔1周根据清单再检查一遍自己的居住环境。策略2，停止无效的努力，重新生活。一年从头忙到尾，成了现代多数职场人士的状态。但至于一整年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可能很多人都说不清。有些人害怕失去资源，因此将时间花在应酬和聚会上；有些人害怕被社会淘汰，因此将时间花在考证上。而这些忙碌似乎并没有帮助到你。忙于交际的你开始怀疑人脉的有效性，忙于考证的你越来越怀疑努力是否有用。事实上，这些忙碌不仅没有改变你的生活，甚至导致你的心态越来越消极。但停下脚步又会觉得很糟糕，而这样忙下去似乎也没有结果。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很多人把物质放在第一位，一切的行动都将有用没用放在了第一位，好像只要做不产生经济效益的事情，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不愿意花时间去整理自己的居住环境，因为觉得整理得再干净也没用；不愿意花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因为觉得计划饮食作息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经济效益，所以做了也没用。扪心自问一下，做那些你认为有用的事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还是为了将来更痛苦的生活呢？显然是为了前者。但什么是你追求的更好的生活呢？忙到没时间思考，忙到没时间生活，也忙到没时间快乐，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更好的生活吗？我们总是把生命比喻成行驶的列车，并认为只要车子发动了，那么就一定会向前行驶。但如果把列车换成自己的双腿，你还会认为只要双腿不停地在踏步，就一定会前进吗？现实生活就是如此，即便双腿不停地踏步，也可以是原地踏步，或者向后倒退。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路在哪儿，你所谓的努力也许只是原地踏步。人生的道路不在书本里，不在交际里，更不在幻想里，而是存在于你的生活里。换句话说，只有实实在在地去感受生活，你才能在生活中得到感悟，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要找到了路，你才能规划自己的前进路线。为什么你越努力越累，越努力越迷茫？是因为你所有的努力行动都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那么这些努力就不会带你前进，错误的方向只会让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远，自然你的内心也会越来越疲倦。所以现在你必须要停下脚步，把时间留给生活，在生活的过程中去摸索和思考。只有你真正去生活了，才能搞清楚自己要的生活是什么。当你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后，才能给自己设计路线，你的努力才会有方向。第一件事，制定作息时间，规划好自己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才能养好精神。人在疲劳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思考的。此外，疲劳还会带给人们消极的情绪。第二件事，留时间给自己吃营养的早餐。早餐是激活大脑的燃料，许多研究都指出，吃一顿优质的早餐可以让人在早晨思维敏锐，反应灵活，并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此外，研究也发现，有吃早餐习惯的人不容易发胖，记忆力也比较好。除了吃营养的早餐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留出时间。预留15分钟专门用于吃早餐，不要在上班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吃，也不要到公司后急急忙忙地吞咽早餐。第三件事，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离不开家人，安排一些时间与家人一起度过，去倾听家人的感受和想法。你可以定期安排假期旅行，或者每周给家人做一顿大餐，又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陪在家人的身边。如果你的家人离你很远，
你不能经常回家，那么你可以经常打电话去问候家人，了解一下他们最近在做什么，听听他们的想法。第4件事，计划娱乐时间。自从有了电子产品，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消遣娱乐，单独去设定娱乐时间，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其实设定娱乐时间也是为了限制不必要的娱乐时间。现代人花费了太多时间在电子产品上，以至于忽略了生活，没有了思考。你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娱乐时间集中起来，全部放到一起。例如，你规定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段，自己可以看新闻或者刷剧、打游戏，而其他时间必须安排别的事情。第5件事，安排运动的时间。运动不仅对身体有好处，对疏解心理也有帮助。许多研究表明，在运动的状态下，人的负面情绪会得到释放和缓解。此外，很多人表示，坚持运动会增强自己的意志力，使自己在面对挫折时更容易表现出坚强的一面。可能目前你没有运动的习惯，如果一下子安排1周3次，每次20至40分钟的时间，对你来说会比较困难。你可以先尝试每天只运动3分钟，例如每天坚持3分钟跳绳，或者每天坚持3分钟的仰卧起坐，然后再逐步把频次提高，时间延长，把动作当作你每日的必要活动。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困难，那么你可以采用第3章所提到的心理暗示和静思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执行力。策略3，规划自己的财务。在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中，很多学者把情绪产生的行为表现进行详细的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的情绪名称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发现，有些应对策略似乎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在许多行为的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诱导因素，那就是金钱。其实，如果你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人的很多消极状态都是和金钱相关的。当然，并不是说金钱一定是不好的，金钱也会给人们带来积极的影响，只是不合理的金钱支配方式会致使你产生负面情绪，比如在收入少、花销大的时候，人的压力就会产生。可以说，人们所有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都和金钱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合理的财务规划或者没有规划，都会让你在生活中感到恐惧和迷茫。思考自己的财务目标也是明确生活目标的一种手段，而简化自己的财务支出，也就是简化自己的生活行动。不过，在设定计划之前，你需要计算一个平常的支出都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很多人给自己果断地设定了一个支出数字目标后，发现难以执行下去，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我们制定计划的目的不是为了做漂亮的数字表格，而是为了能够执行这项任务。如果你的计划不切实际，那就形同虚设，毫无实际意义。下面列举4个不同的方向，你可以根据这4个方面来进行支出规划。1. 家庭。家庭支出主要指家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支出。幸福的生活离不开美满的家庭，好的家庭需要你用心去经营。2. 个人成长。书籍、兴趣爱好或者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支出，也许你过去的财务栏中从未有此项的支出规划，但是这些事情会帮你修筑精神世界，扩大你的思想维度，培养你独立的人格以及敏锐的思考能力。3. 娱乐、社交。频繁的人际交往会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但是没有社交，与世隔绝也是不可取的。适当的安排与朋友聚会，分享生活中的有趣的东西，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许多幸福感。4. 储蓄。储蓄是积累财富的过程，拥有一定的储蓄会增加你的安全感。接下来，请你准备一些纸，把以上4个方向先记下来，然后我们开始制定月计划和年计划。年计划。先制定年计划，可以帮助你以更宏观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由此再倒推到月计划中去执行，这会让你的努力变得有方向性。你也会在执行中感受到前进的力量，让努力变得不再难以坚持下去。第一步，明确你最重要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也是不同的。
事业心较强的人可能会把工作以及个人成长放在靠前的位置，而恋家的人则可能会把家庭或伴侣放在靠前的位置。找到了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也就基本找到了你当前的生活目标，而这个目标也就是你真正想要努力的方向。每个人努力的方向都是不同的，不要把外界设定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这样你会感觉很痛苦，且根本无法坚持下来。幸福和快乐不在于你掌控了多少技能，而在于你能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此外，生活目标会随着我们的年龄以及生活阅历的增加而改变，你不用感到诧异，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自己的路，并不断前进。第二步，全年的支出分配。第一步和第二步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不一定要给予最大比例的开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来进行全年支出分配，只要确保这是你真实的想法。第三，再次审核合理性。做出支配分配后，记得最后要把总的支出数据加一下，确保总支出处于合理的范畴内。月计划。每个月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单一固定的月计划往往是无法执行的。有些月份除了饮食起居开销外，还有节日、旅行等一些可能会有重大开销的地方，因此建议你对照着日历和自己的年计划，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月计划。策略4，监控自己的行为。希望你通过阅读本书了解到，唯有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唯有自己才能找到自己情绪问题的根源，并与之和解。向内寻找答案，向内探寻方向，你才不会感到迷茫和痛苦。把改变自己当成一项终身事业去做，你是你自己的员工，也是你自己的老板。根据前面几章的内容，想必你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自己制定执行任务了。不过，想要使得这项工作顺利可持续的进行，你还要以老板的身份去时刻监督自己，管理自己。月度检查，你要以老板的身份给自己制定月度绩效考核。如果绩效良好，说明你给自己制定的方案不错，可以再增加一些内容，或者也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如果绩效太差，那么你得寻找一下原因，是制定的任务不合理太难了，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总是被情绪所绑架？如果是后者，那么你可能需要适当的多增加一些情绪处方的设定，少一些目标性的设定。以下是来自3个方面的参考绩效，但具体的考核内容仅作为范例，建议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重新设计或更改部分内容。下面的每个问题，是为1分，否为0分，每个方面的满分为10分。你可以根据不同方向来检查自己的行为在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好，需要改进。可以设定6分为绩效的合格线，如果绩效达标，给自己一定的奖励，如果不达标，那么你就要思考问题出在哪儿。建议你回到前几章重新阅读一下，找到问题的所在，然后重新出发。生活休闲：1. 是否整理了自己的居住环境？ 2. 是否利用好了自己的闲暇时光？ 3. 是否有充足的睡眠？ 4. 是否花了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 5. 是否有时间做自己的业余爱好？ 6. 是否给自己制定了情绪处方，并且坚持执行？ 7. 是否减少了由人际交往带来的烦恼？ 8. 是否减少了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9. 是否降低了买的冲动？ 10. 是否形成了有规律的饮食习惯？工作、事业。1. 在工作的时候是否认真投入？ 2. 是否和同事以及老板保持良好的关系？ 3. 是否越来越享受自己的工作？ 4. 是否给自己制定了本月的工作目标且正在执行？ 5. 是否在多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6. 是否工作效率比以往提高了？ 7. 是否在工作中有更多的想法和灵感？ 8. 是否有思考未来的事业方向？ 9. 是否工作上的压力转变成了你的动力？ 10. 是否对未来有更清晰的规划？健康幸福，是否每日有摄入一定量的蔬菜和水果？ 2. 是否每周坚持有规律的运动？ 3. 是否保持有规律的作息？
4. 是否容易入睡？5. 是否有时间去亲近大自然？6. 是否保持干净整洁的生活和工作环境？7. 是否在生活中发现了新的乐趣？8. 是否常常感到快乐？9. 是否能够掌控自己的行为？10. 是否常常给自己心理暗示？旧习复发，习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年龄、阅历以及周围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人的习惯会逐渐改变。不过，大部分习惯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养成的，所以你并不会感受特别深。然而，要想刻意去改变一些习惯，或者将某一行为变成习惯，那么你需要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一旦意识降低了，这一行为就会被你逐渐抛弃，又回到以前的状态。因此，旧习复发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你不用怀疑是不是自己又失败了。旧习复发就像感冒咳嗽一样平常，只要你稍微调整，则又可以将既定的行为恢复。切勿认为旧习复发就意味着宣告失败，只得放弃。一开始旧习复发的频次会比较高，但时间越往后频次就会越低。只要有旧习惯的惯性存在，就会有旧习复发的概率，所以你只需以平常心去面对它就可以。进展不顺利，除旧习复发会干扰你的行动之外，执行过程中的及时心态也有可能增加你的阻力。比如，当你决定做这个计划时，你是兴奋的、快乐的，意识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告诉你这么做是对的，但就是执行的时候做不到，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有困难，总是没有执行力，或者在行动的过程中感觉特别难受，希望赶快停止。做计划和行动需要你有2个不同意识层面的思想准备。有意识的去做计划，说明你已经认可了这件事的价值，但是在行动上你还需要有应对即时情绪的一些措施。这时候你需要把重心放在给自己制定情绪处方上。例如，针对当下瞬间的负面感受，你可以用心理暗示、超觉静思法或者自我对话的方式，将自己当下的行动与潜意识进行统一，以使自己的行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修改方法，有时候达不到目的并不是因为设定了错误的目标，而是设定了错误的路线，或者说是不属于自己的路线。举个例子，当你决定骑自行车去某个地点，然后用地图查看了一条最近的路线，但是你却没有考虑这条路线是否适合骑自行车。如果这是一条地铁路线，那么显然这条路线根本不可行。给自己设定计划方案也是如此，如果你发现无论你使用何种方法都做不到时，那么你需要重新设定计划，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考虑进去，让方案尽量贴合自己的已有习惯。反复修改方案的过程也是去了解自己的过程。原先你认为自己可以做到，执行起来却发现怎么都不行，那么这时你就要观察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行为，你越了解自己，就越能管控好自己。第5章，用美好修筑精神世界。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接受外界所有的信息。如果你在当下选择了接受负面的信息，那么此刻你就会感受到负面的情绪。相反，如果当下你选择接受正面积极的信息，那么你就能感受到正面积极的信息带给你的力量。不过，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你可能无意识地思考和接受负面的信息。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可能会长，也可能会短。如果你的精神世界是饱满的、积极的，即便有一些负面情绪偷袭你，你的精神世界也会很快把它赶跑。因此，最后一步，建立自己的精神王国，将正面的、积极的、美好的思想和价值观作为修筑自己精神王国的砖瓦。当自己的精神王国足够强大时，负面情绪就会如同外邦使者一般，只能短暂停留后离开。建立积极的心态，有2个人从铁窗向外望去，一个人看到的是满地泥泞，另一个人看到的却是满天繁星。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萨克雷。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的心态也是如此，有时积极，有时消极。如果你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王国，你的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就会时不时的打架。如果短时间内积极心态赢了，你就会以积极的情绪去指挥你的行为；反之，如果消极心态赢了，你就会以负面的情绪去行动。在积极的心态下，你会用更理智、更富有激情的一面去行动，你会更接近自己的目标，会更容易感受到快乐，也会更容易成为内心强大的自己。而在消极的心态下，你很难完成自己的计划，甚至你的行为最终会让你感到痛苦，你会变得不自信、迷茫、焦虑，会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不过，在你还没有开始建立自己的精神王国之前，你可能无法掌控自己的内心。对你而言，拥有什么样的心态完全是随机的。即便你有意识想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些事情，但仍旧无法做到。负面的感受已经完全把你包围住，即便你看到了积极心态可能会给你带来的正面力量，也没有能力去选择它，就好像完全被负面情绪俘虏了。凭一己之力暂时无法拯救被困住的积极心态。因此，现在你要做的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帮助积极心态去建立它的王国。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同样强大的精神王国也不是一日建成的。准备时间，无论搭房子还是建造工程，首先你需要的是时间。没有时间去打地基，没有时间去垒墙，这个项目也就无法执行。建立庞大的精神王国，需要你每天花一些时间修筑它。终有一天，在你不经意间，它就变成一栋城堡、一座城池、一个帝国。你每天给自己留出多少时间，决定了你建造它的速度，也决定了它的规模。每天10分钟，1个月就是5小时，1年也就是60个小时。如果每天1个小时，1个月就是30个小时，1年便是360个小时。如果刚开始每天1小时对你来说有些困难，那么你可以试着每天10分钟，然后不断地增加这个时间，并逐渐把它融入你的生活中。修筑地基，有稳固的地基才能建造稳固的房子。当消极情绪的狂风袭来时，你的房子才不会轻易被刮倒。精神的地基其实也就是你的思想，你的脑海里有越多的积极思想，你就越容易识别自己的负面情绪。当负面情绪出现时，你不用亲自动手去抵制，你的积极情绪会主动把它识别成异类，将它从你的脑海中踢出去。那么，如何让自己的大脑中有更多的积极力量呢？书籍是培植智慧的工具，夸美牛斯。想要逐步打造自己正面积极的思想，不妨花时间去阅读一些心灵励志类书籍，可以帮你重拾信心，建立积极的心态。我们的行为总是受思想的控制，如果抛开思想层面，单从行为上去管控自己，那么你会感觉到很痛苦。当思想和行为不一致的时候，你的行动就会成为一种自虐，不仅达不到最终的目的，还会让自己受到深深的伤害。想要获得积极的心态，就要花时间去了解和认识它。新认识的朋友总是没有老朋友的感情基础深厚，纵使与新朋友一见如故，也难有老朋友之间的信任感。这其中就是因为少了时间的积累。对于没有勇气去选择积极心态的你来说也是如此，你对积极心态的认识不够深，对他的信任也就不会深，所以当你遇到难事的时候，你可能也想不到请他来帮忙。对你而言，你现在可能更倾向于随机的心态，哪类心态先到，哪类心态就会成为你行动的主导思想。但如果你习惯了消极思想的行事作风，那么消极的心态就会控制着你的行为。所以你必须要让自己逐渐去认识积极心态，对积极心态产生信任和依赖。用积极的思想去打造自己精神王国的地基，这样你之后的所有行为都会交由积极心态去处理。识别心态，坚强和逞强是不一样的。坚强是内心的笃定，是对自己的信任；逞强则是
明明内心是消极的、悲观的，却强迫自己用积极的处事态度去行动，越逞强，内心会越痛苦、越脆弱。所以在行事前，你要先问问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在痛苦的状态下，无论你如何极力去模仿积极的行为方式，你依然会感到很痛苦，因为你的行动不符合你的心态。所以你要去先识别自己的心态，将心态调整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再重新设计你的行动。怎样才算是积极的心态？一、乐观。乐观是当下和未来的一种积极判断。在困境中，乐观的人会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他们总会过去，就像黑夜过后，太阳总会升起。二、信心。信心是一种认可，充满信心的人总是独立的、强大的，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任何信仰，相信靠自己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他相信唯有自己能够改变自己，把自己当作最强的后盾。三、活力。活力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充满活力的人会认为一切都是可执行的，只要自己付诸行动就能达到目的。充满活力的人往往也是精力充沛的人，会比常人更有力量去完成一件事情。四、感恩。感恩不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恰恰相反，感恩是自信的结果。自信的人不仅相信自己，也相信他人。内心充满感恩的人会更加坚定自己的努力，也会对世界充满感激。因此，感恩的人往往具有奉献和牺牲的精神。五、爱。爱让人类能够存活并繁衍至今。没有爱的世界，人类会自相残杀。爱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任何邪恶的力量遇到爱都会如同冰雪遇到火焰一样快速消亡。而获得爱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自爱，然后付出爱。专注别人的优点。建立自己的精神帝国，没有蓝图是行不通的。建筑任何一项工程都需要图纸。如果盲目建地基、垒墙，那么你可能连一个小房间都搭建不出来。此外，要想构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你还需要准备很多材料，比如精美的大理石砖块、色彩绚丽的琉璃。在没有足够材料的情况下，你的方案图纸可能也仅是个草图。可是这些建筑材料去哪里找呢？自己没有的东西是很难创造出来的，所以你要学会借力，从别人的身上去找，然后在自己的身上复制它，并且持续复制下去，拥有更多的美好品质。你能建造的精神帝国就会越庞大。用你的感官去搜寻别人的优点，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关注他人的优点上，然后去模仿这些良好的品质，让他们变成你的优点。驯服自己的思维。很多人的思维常常是混乱的，在感觉良好的时候会认为这是对的事情，而在自己感觉糟糕的时候则会否定这一切。当思维不受控制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更别具体搜寻别人的优点。尤其当负面感受来得非常迅猛时，一切行为都将由不得自己，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其次，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到别人的缺点上时，你会感受到一些排异的情绪，比如生气、愤怒等负面情绪，因为这些缺点不符合你的价值观。所以，你的负面情绪在极力抵抗它，而你的这些负面情绪往往也会让他人感受到，因为情绪是会传染的。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会做出许多行为来展示你的讨厌情绪，而这些行为可能是你无意识的展露，但是别人却能清楚地感受到。负面情绪就如白蚁一样，它会侵蚀你的精神材料，也就是你的优点。因为当你展现讨厌情绪的时候，你的优点就会被隐藏起来，久而久之，甚至会慢慢消失。所以，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优点，你必须要把这些白蚁消灭掉，否则在你还没修建好自己的精神帝国前，你的材料
就都被这些白蚁给侵蚀掉了。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你必须学会时刻驯服自己的思维，让思维朝着你的既定方向走去，而不是任由它随便发展。在你还没有产生负面情绪之前，先把注意力集中到搜寻这件事上，反复提醒自己，要构建精神帝国，就要寻找建造材料，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寻找他人优点这件事情上，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帮手。如果你一时间忘了这件事，已经做出了一些不恰当行为，那么这时候你必须要修正它，舍弃它，及时向他人道歉，并努力改正自己的行为，给自己施加一些压力，让自己进行反思。与别人的优点相处，复制别人优点的途径是模仿，而模仿的前提是你要先学会了解别人是如何拥有这些优点的。不要和别人的缺点相处。如果他是一个具有爱心但懒惰的人，那么你不要和他一起懒惰，也不要去专注于他的懒惰，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的思维。当你脑海里刻下他懒惰的画面后，你也会在不经意间去模仿他的懒惰。升级自己的优点。想要获得一条鱼，你就要先拥有鱼竿；想要获得一筐鱼，那么你就要拥有渔网。除了搜寻别人的优点以外，你还要拥有制造这些优点的工具，并且不断去升级这些工具。优点也有等级之分，比如毅力。有些人可以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每周坚持3小时的学习，而有些人则可以坚持每周学习7小时。同样是毅力，每个人能达到的程度却是不同的，因此你要学会不断去升级自己的优点。把时间都花在升级自己的优点上，你的精神帝国会变得无比坚固。即便有陌生的外来客跑进你的精神王国里，想要攻击你，也难以偷袭成功。如何去升级这些优点呢？当你没见过渔网的时候，你会认为鱼竿是捕鱼最快捷的工具，所以你必须时刻保持谦虚，告诉自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开阔的视野和胸襟与寻找更优秀的品质，然后了解它，模仿它，把这种优质品质变成自己的品质，不断去升级自己。不过，对于离自己很遥远的人，即便你能发现他身上的优点，也很难去获得他的优点，因为他并不在你身边，你无法了解他的思维和行为逻辑，更不要提模仿。因此，你要从自己身边的人入手，先去习得自己身边人的优点。只有当你越来越强大，你才能进入到一个更强大的环境。尊重、赞美别人。曾国藩说，在人之上时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时要把自己当人。马克吐温说，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充实地活上2个月。要想从别人的身上习得他的优点，就要去学会与他相处，这样你才能模仿到他的优点。而如果对方讨厌你，那么你就无法靠近他，自然你们也无法成为朋友。而没有朋友的帮助，靠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建造精神帝国的宏伟事业的。因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纵使你知道世上一切积极的力量，也无法真正获得它们。就像你看到过有毅力的人，知道乐观的人如何处事，但你不了解他们的思维。在没有思想力量的驱使下，行为是很难保持下去的。例如，你知道你的同事每天下班后都在学习，但是你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因为你没有他思维上的驱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了10000种方法，知道了1000种技巧，但是你仍然无法做到，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获得驱动你执行这些事情的思维。获得思维的途径不光有阅读，还有你的朋友。虽然阅读能帮你拓展思维，但这远远还不够。你需要的是来自于多维度的思维提升。此外，你不可能做到除了睡觉以外都在阅读，但你每天除了睡觉的大部分时间却几乎都处在人际交往中。在职场上，你会遇到同事、上司和客户，
在家庭中你拥有父母、伴侣和孩子，而这些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成为你学习的对象。所以，你需要一把万能钥匙去真正开启你与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把钥匙就是尊重和赞美别人。如果没有这把钥匙，即便你找到了存放宝藏的盒子，你也没有能力拥有这些宝藏。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人脉最终只能成为你认识的人，却没能成为你的资源。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再去挖掘宝藏盒子，而是要先打开你身边的宝藏，也就是去重新开启你与身边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希望自己是有价值的，而尊重别人会使他人感受到肯定。当一个人的人格行为受到尊重时，他才会更愿意去展露自己的优点和价值。而当一个人受到他人不尊重的举止时，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从而选择隐藏自己的价值。尊重你的同学、同事，你就会赢得更多的真心朋友；尊重你的老师、上司以及父母长辈，你就会在他们的教导中领悟到更多的知识和人生的道理。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因此要想获得他人的尊重，就要先了解如何去尊重别人。这个别人不仅是你身边认识的每一个人，也是每天与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什么是尊重？一，不要随意对别人品头论足，不要使用道德绑架。二，不随意打探、偷听别人的隐私。三，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四，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五，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六，不要嘲笑别人的缺点。七，体谅别人的难处。八，不随便找他人的麻烦。九，不随意对别人发泄负面情绪。用赞美拉近关系，尊重可以帮助你打开关系，但是想要进一步拉近关系，你还需要学会赞美。赞美也是对他人价值的肯定，所以当你找到别人的优点后，你一定要说出来告诉他。你可以试着换位思考一下，当别人赞叹你有毅力时，你一定会感到喜悦。而这时候，如果别人再问你是如何做到的，你一定会毫不吝啬地告诉他你的思维方式。同样，如果你想要了解别人是如何做到你所做不到的事情，你首先要给予别人赞美。不过，赞美也是有技巧的，有时候不适宜的赞美不仅不能拉近关系，还会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为了让自己更好地去运用赞美的技巧，你可以先试着用以下要点来赞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你的父母以及你每天都会见到的人。一，真诚，发自内心的感叹。每个人都喜欢听到别人赞美自己，但并非所有赞美都会使对方感觉高兴。能让对方高兴的，只能是那些根据事实、发自内心的赞美。相反，你若无凭无据、虚情假意地去赞美别人，他不仅不会感到高兴，相反还会认为你是一个虚情假意、油腔滑调的人。二，频次不要太多，不要夸大。赞美别人还需要注意频次。如果一天之中给予别人太多的赞美，别人会认为你是故意讨好他。人都有防备心理，故意讨好别人会让人觉得你另有所图，反而会故意远离你。三，不要当众赞美别人。当众赞美别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言语不恰当，你还会在不经意间破坏你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比如，你与一群同事在一起时，你当众点名夸赞一个人的优点，那么其他人可能会认为你在拍马屁，这会使得群体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所以，赞美别人，你只需要告诉他一个人即可。四，用心观察。用心观察别人不轻易展露的优点，这会使他人感受到你的智慧，并且愿意与你深交。当别人愿意与你进行更多的接触时，这就意味着他愿意向你展现他更多的一面，你也就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学习他的优点。此外，赞美并不一定要用言语去表达，有时投以赞许的目光，做一个夸奖的手势，送一个友好的微笑，同样也能达到赞美的效果。
帮助他人，成就自己。马明·西比利亚克说，如果一个人仅仅想到自己，那么他的一生里伤心的事情一定比快乐的事情来得多。陈安之说，帮助别人得到他想要的，自己就会梦想成真。快乐是精神王国的支柱，没有快乐的支撑，你所有的积极行为都将成为一种表象。内心不快乐，即便你身处华丽的宫殿，你也只会感受到孤独和寂寞。而内心快乐的人，即便蜗居陋室，也能坦然自若。快乐不在于山野里，也不在人群中，快乐既不是一件物品，也不是某个人身上的优点，因此你无法通过找寻来获得快乐。那么快乐从哪里来呢？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帮我们找到了获得快乐的方式，助人为乐为快乐之本，意思是想要获得快乐，就要给予别人帮助。很多人总祈求获得他人的帮助，在精神上找依靠，在物质上找依靠，最后把自己全盘依靠出去了，那么你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价值。而提升自我价值的最高境界就是帮助他人。举个例子，在一个100人的公司里，如果你能够帮助10个人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并且能够不断地提升他们的能力，那么你就会成为经理。再进一步，如果你能够帮助100个人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并且给予他们成长的力量，那么你就会成为公司的 CEO。帮助别人的过程也是提高自我的过程。试想一下，如果目前你的能力只能帮助1个人，而你想要帮助更多的人，那么你就需要通过其他途径不断进行自我提升，这样你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自帮自助，你会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而帮助他人，你会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和享受。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的快乐是有限的，成就也是有限的。帮助他人快乐，你的快乐才会加倍；帮助他人成功，你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精神王国是孤独的，如果你能和更多的人与你一起建造精神王国，那么所有人都将相互赋能，一起成长。把你的优点与他人分享，那么他人也会把他的优点与你分享。此外，利他和利己是没有办法完全独立开来的。完全的利他主义会使你受到伤害，而一味奉行利己主义又会使你失去更多。假设你现在得了流行传染病，那么此时你帮助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先让自己痊愈。只有你自己健康了，你才有能力去帮助他人。但如果你在生病的状态下去帮助他人，只会害了他人。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懂得以下3个原则去帮助别人，才能让自己与他人达到最大的共赢。1，在不伤害自己的条件下帮助他人。帮助他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他人，那么这就不是帮助，而是情感绑架。这样做不仅自己会痛苦，被帮助的人也会感到很痛苦。比如，你和你的朋友同时面试一家单位，但是面试时却得知公司只能录用1个人，而你这时候主动把机会让给你的朋友，你认为你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来帮助朋友，应该会得到朋友的感激，而你的朋友很可能会感到气馁、愧疚，甚至反感你的行为。2，给予他人需要的帮助。每个人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给予他人不需要的帮助，其实是剥夺了他人成长的权利，甚至还会加重他人的负担。在生活中，很多家长把帮助孩子当作一种责任，事无巨细地帮孩子处理各种困难，认为这是一种爱。可是这种爱不仅不会让孩子感激你，甚至还会伤害孩子的成长。同样，在职场上，如果他人遇到了困难，但是却没有向你寻求帮助，那么你不应该随便去帮助他。给予他人成长的机会也是一种美德。如果你是老板，那就不要把自己变成像孙悟空那样无所不能，不然你的员工就会像猪八戒一样，什么也不愿意做。3，先尊重再帮助，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帮助他人的同时，要给予他人尊重，否则你的帮忙就会成为一种人格侮辱。心理学家发现，当人本能地向外寻求帮助时，其内心的状态也是脆弱的。因此，面对他人脆弱的一面，你如果展示出强势的态度去给予帮助，那么他人的内心就会受到伤害。在构建自己的精神王国时，可能会遇见许多的美好品质，如善良、认真、节俭、直爽等。但是，所有的美好品质都有一定的度，万事万物过犹不及。过分善良会滋养邪恶，过分认真会变成固执，过分节俭就会显得抠门，过分直爽则会得罪他人。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在平衡自己的情绪，探寻更智慧思维方式。完全没有情绪的人，内心世界是空虚的、麻木的，他感受不到快乐，也体会不到痛苦。而总是活在负面情绪中的人，内心世界则是混乱的、黑暗的。不过，你也要正视负面情绪的存在，因为它能帮助你找到对的事情、对的自己。强大的精神世界是平静的、祥和的，它既能容纳你的快乐，也能包容你的悲伤。不要去追求极致的快乐，因为那也是痛苦的开始。启动内在的激情。贝克登说，经验告诉我们，成功和能力的关系小，和热心的关系大。波尔说，人应当具有激情，但是也应当具有驾驭激情的本领。没有激情的精神王国是暗淡的、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的。如果信念是驱动你前进的燃油，那么激情就是提供动力的马达。没有持续的激情，做任何事情都容易半途而废。激情不是外在的，不是靠行动就能够训练出来的，也不是靠任何技巧就能够获得的，它是你内在的渴望、追求，是打心眼里的爱。没有激情，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很吃力。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你会有负面情绪，而有些人却没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别人可以坚持下来，而你却做不到？同样的目标，为什么别人可以达到，而你却在刚开始时就放弃了？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启动身体的马达，你的内在激情。也许你会认为，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有激情，可你别忘了，喜欢只是一种感觉，它不过是情绪的一种，而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它有高潮也有低谷。所有的情绪都会有时效性，今天喜欢不代表明天也会喜欢。仅凭感觉行事，那么你就会成为情绪的奴隶。喜欢的确可产生激情，但喜欢却不能持续地制造激情，爱却可以。喜欢是感性的冲动的放肆，但爱是理性的本能的克制。喜欢是来自于对外界的感受，而爱是向内探寻的结果。爱能帮你做出更好的判断，而喜欢却常常会让你受到伤害。再进一步说，爱可以成为你精神王国的防护盾。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爱可以很好的保护你，让你不受负面情绪的影响。爱自己，要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首先就要学会爱自己。要知道，激情来自于爱，没有爱，何来长久的激情？而这个爱的生源不是别人，不是外在的一切，而是你自己。你必须学会去爱自己，并且学会真正的去爱自己，为自己着想。这样，当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爱会帮你选择对你最有利的行为。为什么你做很多事情都坚持不下来？其实就是因为你不够爱自己，不够爱自己的时间，不够爱自己的健康，不够爱自己的将来。很多人在深思熟虑后，决心要好好提升自我，于是就买了很多书，报了很多网课，但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觉得烦躁，静不下心来，觉得无法坚持下去了，最后轻而易举就放弃了。可如果你足够爱自己，即便此刻有了放弃的念头，但同时你也会去思考，可不可以放弃？放弃对未来的影响是什么？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不做这个事情，那我要做什么？等。
爱自己的能力会帮助你对情绪进行判断，不会轻易让你跟着情绪随意行动。爱自己会让你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近，反之，你离自己的内心越远，负面情绪就会越多。爱自己是平衡你内心情绪的最佳策略，爱也是寻找智慧的探测器，它会让你在高兴时不忘思考危机，在悲伤时不过度沉静。喜欢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而爱的产生需要时间的积累。爱自己就要学会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现在你需要的是从外到内去审视自己，就像你新认识一个朋友一样，你会先去了解他的行事作风，然后逐步了解他的内心想法。对于自己也同样如此，具体的实践方法详见本书第2章、第3章、第4章。不要刻意从外部寻找热爱。曾经有位作家说，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你就会有激情和动力去做。事实上，很多人都不爱工作，比起工作，很多人更喜欢在家睡觉、打游戏。此外，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你努力工作，虽然会牺牲自己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但你可以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十全十美的，有得必有失，但是有舍才有得。也许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却从没有机会去系统学习。你认为画画应该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了解学习画画会遇到的困难，以及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你认为你还会喜欢画画吗？大多数人都后悔自己在年少时没有努力去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如果时光真的能倒流，你能轻而易举地克服当时的烦躁、压力以及懒惰等负面因素吗？如果你觉得你回到过去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那么你现在也同样能克服它们。你需要的其实不是去做这件事的冲动，而是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去解开负面情绪的绑架？为什么你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不断提高自己？为什么你要成为理想的自己？因为这能让你更接近自己的内心，不被负面情绪绑架，让你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不断努力花时间去提高自己，让你能够拥有强大的精神世界，而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会让你获得终身幸福。你可以喜欢任何一件事情，但前提是你要先爱自己。你可以喜欢钢琴、绘画、编程，但如果你不够爱自己，那么这些你所喜欢的事情都将只是一时的念头。你会很难坚持把你所喜欢的事情做下去，因为在你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负面情绪，他们会不断的去试图阻止你。而如果你打心底里爱自己，尊重自己的喜欢，珍惜自己的时光，敬畏自己的生命，那么爱会帮你抵挡住所有负面情绪。这并不是说你会没有负面情绪，而是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爱会帮你思考此刻对你更有利的想法，从而驱动你做出更理智的行为。启动它。你已经知道如何应对负面情绪的所有方法，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那就是启动马达，下定决心。所有的改变都起源于你的一个想法。当你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所有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都将发挥它的作用。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那么即便了解无数个技巧，也无济于事。此外，光有想法还不够，你还必须去深化这个想法，把它认定为非常重要且迫在眉睫需要去做的事情。建议你可以回到第3章，反复运用心理暗示的技巧，去加深做这件事的决心，重新开启一段人生。愿你成为理想中的自己。